董事长啊，这白少爷才入公司1年，没想到就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啊！果然是董事长的血脉，这经商天赋堪与董事长比肩啊！只是可惜啊，我们父子今年才相认，白浩这些年确实吃了不少苦啊。白少爷，你可真是年少有为啊！哎呦，陈叔您谬赞了。哎，对了爸，这里的事儿已经处理差不多了，您看江城那边的人事安排。好，白浩，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盛世集团江城区总裁。谢谢爸。然后我想现在就立刻出发江城，这不马上端午了吗？今天又是我岳父寿宴。我那当领导的大姑爷回来了。爸，外公，我回来啦！爸，给你准备的寿礼啊，2瓶茅台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哎，快回屋啊！行，那您别受累，您别受累，走。哎，那是我在银行上班的二姑爷。爸，老爷生日快乐！爸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这是给您准备的寿礼，上等龙井。好，快跟我回屋。老王，你家那个出去打工的3女婿白浩呢？我没那种废物女婿，就当他死了吧。白总，我们在盛世5星酒店为你举办盛大的接风宴。届时江城各大名流都希望一睹你的风采，聆听你的教诲。接风宴延后几日再办，我要先回趟家给岳父拜寿。好，一切照白总的安排。哦，对了，我之前让你备的药备齐了吗？都已如数备齐，而且是秦院士亲自配的药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咱们就开席吧。哎，爸，白浩还没到呢。他也算个人。我们家可没有等废物吃饭的规矩。他可能坐绿皮火车，明天才能到。我看孩子们都饿了，咱先吃吧。姐夫，你说这句话我可不爱听啊！什么叫坐绿皮火车慢呢？我看就这窝囊废没有挣到钱，没钱买票回来。老王，你家3女婿回来了，坐劳斯莱斯回来的。爸爸回来啦！爸，小浩特地归来给您祝寿，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白浩，可以啊，这劳斯莱斯都开上了。我看那车是租的吧，别打肿脸充胖子了。好嘛，工地搬砖了1年，租个车钱全花进去了是吧？好你个白浩啊，赚了钱也不知道好好孝敬我们，租那么贵的车来凑显摆，你可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你！妈，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孝敬您2老，照顾瑶瑶的。孝敬你一个上门女婿，吃我家住我家，拿什么照顾？哎，爸，饭菜也凉了，孩子们也都饿了，要不然我们就先进去坐吧。吃什么吃？大人孩子赖在家里，天天就知道吃。来坐。谁让你这个窝囊废做的？白浩，你爸过寿，你大姐夫买了茅台，二姐夫买了龙井，你买了什么呀？妈，我虽然这些年一直在外，但我一直惦记爸的身体。我这今年有幸认识了一位秦院士，他是位神医，花了好大功夫开了这副药。他说呀，药到病除。神医？哼，就凭你，
你见过哪个神医开药拿牛皮纸装的？我倒是看这个窝囊废花了10几块钱找了一个江湖郎中开的假药啊。假药也就罢了，可要是把咱爸吃没了，这玩笑可就开大了。白浩，你个混账东西！你不带礼物也就算了，你竟然想害死我！啊，秦院士他真是位神医，我为了开这副药，我花了好大的功夫。您要不信的话，等寿宴结束，您吃上一副不就知道了？吃上一副，咱爸要是真的吃了，恐怕今天的喜事就要变成丧事了吧？说什么呢？姐夫，白浩他也是好心嘛。好了好了，咱们赶紧吃饭吧。行了，这危害到爸的健康怎么就行了呀？大姐，那您想怎么样？让爸病就这么拖着，等着病情恶化是吗？我想怎么样？再怎么样，我也不会买副假药给我爸。浪费！我今天呀，就让你好好看看我老公是怎么为咱爸考虑的。爸，我已经托了关系，找了盛世医院的首席专家霍云霍院长来给你把脉，马上就到。哎呀，还是我大姑爷考虑的周到啊！听说啊，那可是盛世集团开的私立医院呢，专门给大人物看病的，是咱们这儿啊最好的医院。你请这么大的人物，是不是得花很多钱？钱是小事啊，您的健康是大事啊。等霍院长一来啊，这个人开的是不是江湖郎中的假药，一验便知。哎，吃饭啊！来，来，甜甜，吃蔬菜，吃了蔬菜才能长高高。我也想吃鸡腿。乖，咱不吃，老爷身体不好，鸡腿留给老爷吃。他们怎么就能吃鸡腿？他们怎么就不留给老爷？甜甜想吃就吃，爸爸给你夹啊。吃，就知道吃，成天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给鼻子就上脸是吧？乖，甜甜，咱不吃，鸡腿不好吃。鸡腿好吃，你就要吃。你怎么就是不知道懂事？你非要惹妈妈生气才行吗？吃个鸡腿怎么了？你打孩子干嘛？废物！我给你脸了是吧？1分钱不往家里带啊！现在还弄一副假药来忽悠我们，你现在还当上大爷了？妈，您说这话可就没良心了。我18岁就辍学打工，一直供到王瑶和她2个姐姐大学毕业。我除了这次回来得及，没来得及取钱，我哪年的工资不是都给您了？就你挣的那些钱，够我塞牙缝吗？啊！您的牙缝有多大呀？8万块钱还不够您塞。就即便这样了，我女儿要吃个鸡腿，还得看您的脸色。我要不是出于孝顺，我们早都搬出去了。那你滚啊！现在就带着你的老婆孩子给我滚！甜甜，咱们走。白浩，你怎么和妈说话的？没大没小，我对你真的是太失望了。爸爸，我不吃鸡腿了，鸡腿不好吃，甜甜再也不吃鸡腿了。甜甜，厨房里还有鸡腿，我们去厨房吃。走。白浩，白浩，今天端午节，又是我爸寿宴，你就不能再忍一忍？咱们这么多年都忍过来了。王瑶，他们怎么说我、骂我、侮辱我，我都可以忍，我可以不在乎。但是他们欺负我女儿，我绝对不答应。你不答应，如果你能和大姐夫、二姐夫那样有出息，他们还会说你吗？他们之所以欺负甜甜，就是因为有你这个没本事的爸爸。笑话！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跟我比。他们没资格跟你比，他们都是大学毕业，吃公家饭，你只是一个民工而已。王瑶，我当年辍学打工都是为了你和你那2个姐姐。你知道，如果我当年不辍学，我绝对能考个好大学的。白浩，你什么意思？后悔？嫌我们家拖累你了是吗？瑶瑶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等爸吃了我的药以后，病好了，我就把你们娘俩接走，让你们娘俩享一辈子福。你的药
你从江湖郎中那里抓的假药也敢给我爸吃？你疯了！霍医生到了，你这个废物还不赶紧出来泡茶伺候！霍院长，我岳父怎么样了？不是大夫，你别害呀！你一害，我岳父不就完了吗？王先生这病，我是没有办法的。往后的日子，你们还是多尽尽孝心吧。霍院长，您看看这副药能不能治我爸的？是，霍院长啊，这个人不知道从哪拿了个江湖骗子开的药方，非让我岳父喝。哎，对，霍医生，您赶紧鉴定鉴定，看看这混蛋到底包藏的什么祸心。哎呀，可真是造孽呀！哎呀，这个废物他什么本事没有？哎呀，我看呐，他就是害怕我们逼王耀跟他离婚，所以呀，他就起了杀心。哎呀，想要把老头子给害了呀！就是，他还是个上门女婿，真要把我爸害死了，这家产都他的了。是啊，我就觉得没有那么简单。白浩，原来你城府这么深，过来争家产是吧？白浩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知道我爸妈瞧不上你，平时也为难你，你记恨在心，但你再怎么恨，也不能要我爸的命吧？你们这些人，霍院长还没开口，你们就认定这是毒药，是假药。就算你们想故意欺负我，也得等结果出来，不是？霍院长，赶紧帮看看，揭穿这个杀人犯的真面目。这方子啊，开的可是真大胆啊！老夫一生行医，从没见过药材还能这么配。霍神医，您就别卖关子了，这药到底什么情况？向生而死，向死而生，能开出这药方的人，要么他就是对医术一窍不通，要么他就是绝顶神医。哎呀，霍医生，您呐就别绕弯了，你就给句话，这个药他能不能吃啊？正常人吃了这药，非死即残。可王先生如果吃了这药，兴许还有一线希望。哼，我就说嘛，白浩这个废物就是想要爸的命，想争家产来的。就是呀，他一个民工认识什么神医啊？一定是江湖骗子开的假药。王先生这病，我是无能为力了。至于这副药，他吃还是不吃，你们一家人自己拿主意吧。霍老，我求求你了，救救我这条老命啊！霍医生，您医术高超，这在江城数一数二的，你想想办法救救我爸。我说过了，我无能为力。你这是干嘛？你们赶快把这副药煎了给他吃，或许还能有救。这药要真吃出点好歹来，白浩，我和你没完！霍院长都治不好的病，他一个臭民工抓的药，怎么可能会好使？坏了，今天这喜事还真要变丧事了。白浩啊，白浩，你爸要是有个3长2短的话，我让你不得好死。王先生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舒服了。那几副药有效果，要坚持给王先生吃，就算不能根治，至少也能最大程度上减轻他的病患。好，那老夫就先告辞了。我送他走。真没想到白浩带过来的还真是灵丹妙药啊！狗屁灵丹妙药，瞎猫碰到死耗子而已。就是他一个民工，能认识什么神医？白浩，你还杵着这干什么啊？那厨房里还有一大堆碗呢，你想让王瑶一个人洗呀？去洗呀！那个瑶瑶，等爸再吃上几回药，
病就能好的差不多了。不用。对了，白浩，无论如何，这次都谢谢你了。瑶瑶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等爸康复了以后，咱们就没必要待在这儿，回头你跟妈说一声，咱们搬出去。搬出去？搬出去咱住哪儿？哪儿有钱搬出去啊？咱有钱，咱有花不完的钱，到时候整个江城，你想住哪儿咱们就住哪儿。白浩，你变了。没变啊，我时刻都在提醒自己，我是你丈夫，是甜甜的父亲。你变得虚荣了，先是租豪车求神药，现在还跟我说有花不完的钱。白浩，你踏踏实实做个人就不行吗？你看看大姐夫、二姐夫开奔驰坐奥迪，咱家呢连车都买不起。咱有车，今天送我来的那辆劳斯莱斯就是啊。白浩，你清醒一点行不行？我怎么不清醒了？如果你说那辆车是你的，你把它开过来放在门口，否则就不要再讲这种话了。甜甜，甜甜，你怎么哭了？爸爸给他们买了玩具，没有给我买。甜甜乖，你还小，也不会玩，咱不要了好不好？我会玩。你会？1加1等于几知道吗？这么大了，连幼儿园都上不起。这大废物生的孩子不就是小废物吗？给他一个魔方，还不得当豆腐吃了呀？图图乐乐，你们俩好好拼，谁先拼好呢，我就奖励谁100块钱。好嘞。烦死了！还得是咱家孩子啊，从小这么大气性，有我当年风范啊。行，对，大姐，一会儿乐乐拼好了魔方，你这100块钱我们就笑纳了。就是我帮你拼好了。大姐，我们家甜甜先拼好的，你刚刚说的100块钱。我们打赌可没带你们一家，一铺魔方而已嘛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老公，咱们去车里把那个大玩具拿出来。对，这种东西穷人才玩的，我们玩了呀，你们一辈子也玩不起。走，走。爸爸，有钱人玩的玩具是什么呀？甜甜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有钱人呢也玩魔方啊。白浩，你不懂就别瞎教育行吗？大人丢脸也就算了，小孩要跟着丢人吗？干嘛？不许碰我的车！图图，你怎么能打妹妹呢？打他怎么了啊？谁让他自己手欠的？就是，白浩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也给你自家孩子买一辆，要不然那真就是欠打。够了，白浩，你够了！大人买不起车，小孩子也买不起，买不起就不要碰，买不起就不要租车充脸面。让你手欠，我让你手欠。妈妈和你说过的，甜甜，买不起就不要碰。老唐，10分钟之内你给我开10辆劳斯莱斯，停在我家门口。你能不能不要吹牛了啊？劳斯莱斯还10辆，我想咱们江城也没有10辆。就是啊，要是这个废物真能开10辆劳斯莱斯停在咱家门口，那我就当场把我一眼珠子挖出来。那我就把10辆劳斯莱斯的车轱辘都舔一遍呗。啊？什么？你觉得？哎呀！白浩，你说的时间还有30秒就到了，你的10辆劳斯莱斯呢？车还不来，我就要看看你这个窝囊废怎么打自己脸的。哎呀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舔一下劳斯莱斯的轮胎了啊！
10辆劳斯莱斯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一定是我眼睛花了。他就是个废物而已，怎么可能有劳斯莱斯呢？瞧你们那没出息的样，他怎么可能有这本事？这一定是谁家结婚路过的吧？对，一定是有人结婚，婚车路过的。对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二位姐夫，刚才谁说要挖眼睛、转轮胎的？可以开始你们的表演了。白浩啊，你知道你姐夫的嘴就跟老太太的棉裤腰一样松，没个把门的，你就当我刚刚放了个屁啊！妹夫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这眼睛本来就瞎，挖不挖都一样。要不你还是给我留着，瞎子的眼睛当个摆设嘛。白浩，差不多就算了吧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就放过二位姐夫。行吧，那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跟你们计较，不用挖眼睛、舔轮胎，我只需要你们给我真诚的道个歉就行。行。请问谁是白浩先生？我是。白先生，请上车。走，甜甜。带着我女儿绕着整个江城转一圈，我让她知道我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。好的，白先生。你们不要摸我家的车，摸坏了你们赔不起。你们不要摸我家的车，摸坏了你们赔不起。这王八蛋，你知不知道弄坏咱赔不起啊？没听小姨说吗？买不起的东西咱们别碰，屋里去。行了，上车吧。喂，你什么意思呀你？少装了！今天岳父过大寿，你是不是租了10辆劳斯莱斯给老爷子撑场面？我们车行的3辆车可都是朝着你家去的。你确定是我们租的？哎，地址我都查了，就是去你家的。为了哄岳父开心，你小子真舍得下血本啊！姐夫，给我和瑶瑶道个歉，没这么难吧？不，你拽什么拽呀？这车是你租的，又不是你买的。那奥迪跟奔驰是我们实打实自己的，凭什么给你个穷屌丝道歉？姐夫，那车真是租的？千真万确啊，电话都给我打过来了。白浩，我问你，你租这些车到底花了多少钱？这种车起码1辆5000块钱，他一次租了10辆，保底5万。哎，姐夫，这账不能这么算吧？你想啊，在咱们江城要租10辆劳斯莱斯可不容易。要我说的话，这租车费保底得10万块。瑶瑶，白浩，求你啊！你花这么多钱租车，我们日子还要不要过？白浩，我可是真没看出来呀！啊，你还是个败家子，合着你挣的那点钱都拿来充面子了是吧？我们在这里吃不饱穿不好，你有钱不给我们改善生活，却在外人面前大把撒钱，你真的是太失望了，失望透顶。我看你们好像都搞错了吧？10万块钱的租车金啊，你打工搬砖1年都不够用的。等一会儿车队回来问我们要钱，那个时候我们才麻烦呢。哎，先说好了，这钱我可不出，我没有这样窝囊的妹夫。你们听我说，这租车的钱不需要你们掏，不用我们出。怎么，
你一个穷小子有钱吗？我自己也不需要出。合着你是想吃霸王餐呢？啊不，坐霸王车呀？白浩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白浩的事情用不着你们操心。谁这么装逼啊？竟然敢租10辆劳斯莱斯压马路！老爷子寿宴门口这么热闹的。哎，瑶瑶，你怎么还坐地上了？哎呀，陈公子，您这大老远的过来拜寿，可真是有心了呀！伯母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跟瑶瑶啊，从小就是青梅竹马。啊，是，白浩，你瞎吗你？赶紧接过客人手上的东西啊你！哎，这陈哥，我们拿。白浩，你就得意吧，过了今天，王瑶可就不是你的人。里面请。伯母，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瞧把我们家瑶瑶给吓了。我还在这儿呢，瑶瑶就成你的了。陈欢，你说话做事注意点分寸。伯母，你们家废物都能讲话的呀？给我闭嘴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伯母，你继续。哎呀，都说这家丑不能外扬，但陈公子您还是白浩这个废物，没钱还想装一下，租了10辆劳斯莱斯，现在好了，钱也付不起，然后差点晕过去。谁说我租不起？啊，是他不是租得起的问题，他是压根儿就没钱付，想坐霸王车。这事要是白浩的话，那确实有可能啊，因为毕竟白浩只是一个底层农民工，走到哪儿都被人瞧不起。你说人嘛，压抑久了，做点装大尾巴狼的事儿很正常。白浩，你穷我不在乎，你没本事我也认了，但是你现在变成这样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很没有安全感。瑶瑶，别怕，租车的钱我来给你出。陈欢，这钱不能你。哎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瑶瑶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。我闭嘴！陈公子愿意帮忙，你还不赶紧谢谢人家？看看人家陈公子，看看你这个窝囊废。哎，这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呀得扔。陈公子啊，您在哪儿高就啊？伯母，晚辈不才，就在盛世集团的金融公司里。盛世金融就是去年江城那个最大的纳税企业。妹夫格局小了，自从盛世集团来了我们江城GDP 起了1半了。说到这儿呢，就不得不提我们小董事长了，这些都是我们小董事长的功劳。虽然说他才入职不到1年，但凭借其独揽，已经给我们盛世集团狂赚了上百亿。什么？上百亿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哎呦，我活了这个岁数，连上100万我都没见过呀！哎呀，哎，你们那个董事长，他到底长啥样啊？难不成还有3头6臂？别提了，伯母，就连我们老总周总都没有见过他，更别说我了。我们小董事长是个什么人物啊？这儿江城是个什么小破地方？小董事长日理万机，哪是那么容易见到？啊哈哈，是，哎呀，他们位置那么高，是我们这一辈子都望尘莫及的。白浩，你怎么还有脸待在这儿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没你的位置。陈公子啊，那您说说，您现在在那个盛世金融是什么位置啊？我现在呢，不过是一个人事部的副部长吧，年薪也就100万而已。哎呀，这么年轻就干到部长了，还挣那么多钱，哎呦，可真是年少有为，年少有为呀！陈公子啊，我呀其实是学会计出身的，不知道您是否方便？哎，好说，大姐。我记得我们公司好像资产管理部缺了个主任，大姐要是喜欢的话，只要我点头，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。
你好大的口气！你一个小小的副部长，竟敢插手资产部的人事安排！你给我闭嘴！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哎，没事儿，伯母。白浩这个废物想长长见识，咱们就给他开开眼界。陈公子啊，您在公司吃得这么开，是不是跟令尊有什么关系？还是大姐夫聪明。我爸是盛世铝业的厂长，去年就已经跟盛世金融的周总搭上了关系，所以我想往单位里边塞个人的话，对我来说不过就是小事一桩，洒洒水的事儿。也就是说，那个周南还有你爸，手脚都不干净，你们是一丘之貉。白浩，你有什么资格叫周总的名字？哎呀，别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那个陈公子，你也知道，我在令尊手下干了3年小主任了，是管理那个生产的，没什么油水。这样啊，大姐夫，我记得我爸厂子里采购部好像还缺个部长。采购部还是部长？哎呀，谢谢陈公子，谢谢陈公子。陈公子，陈公子，我也在盛世金融旗下的银行了。那我看那家银行的副行长就不错，感谢。陈公子啊，您一来我们家，我们这一家子可都跟着你一起鸡犬升天了呀！妈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没那个本事。就算是鸡犬升天，靠的也是我，不是他。好啊，白浩，我看你这一个底层搬砖的废物，有什么通天的本事啊？因为你刚刚说的小董事长，就是我。这就装上了啊！我刚提我们小董事长，也就贴着往脸上贴金啊。白浩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他最近是装上瘾了，失心疯。陈公子，你对这个人是不了解。这小子一回来就租了一辆劳斯莱斯在我面前装，然后后面又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个江湖郎中开了一副药，阴差阳错的治好了我岳父的病，然后整个人就信心爆棚了，飘了，最后直接租下了10辆劳斯莱斯，在整个江城带着他孩子去游玩。你说有这样膨胀的董事长吗？我们的小董事长做事非常低调，除了非参加不可的场合以外，他基本上不在公众面前露脸的。白浩要是当了什么董事长，估计得闹得整个江城都知道吧。白浩，你够了，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，轮得到咱出头吗？瑶瑶，你现在知道白浩这个人是什么德行了吧？你说当初我那么追你，你就是不跟我，死活就非得嫁给这个废物。不过现在也还好，现在你后悔还来得及。陈欢，你也不要讲这种话。我和白浩已经结婚了，而且甜甜也有了。结婚怎么了？什么年代了？现在就兴婚姻自由、爱情自由嘛。啊，对对对，郎有情，妾有意。哎呀，我越看我们家瑶瑶跟陈公子你呀，那可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呢。啊，对呀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婚事给他定了。哦对，正好民政局没下班，我看不如就直接现在，然后直接把离婚还有结婚手续直接一块办了。够了，我还在这儿，真把我当软柿子捏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再敢侮辱我和瑶瑶，别怪我不念亲情，翻脸不认人。你还急了呀？可以啊，我就要看看今天你怎么个翻脸不认人。哎呦喂，沙包一样大的拳头啊！在工地干活的就是不一样哈。怎么，白浩，你想在我们家动手吗？像白浩这种底层的农民工，除了用暴力来解决问题，他还会什么？玩手段、动脑子，他会吗？白浩，你赶紧跟家里人道个歉，不要闹得太煎熬。我道歉？你没听见他们刚才说什么？他们要逼咱们俩离婚。他只是和我们开个玩笑而已。白浩，你心胸不要太狭窄。我心胸狭窄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可是爸的生日，大家都消停消停。有天大的事儿，等过了今天再说。你明天一早去跟我们家瑶瑶离婚。不可能。不是，你们看他这个臭德行。陈公子，要我说啊，他租车那个钱你都别给他出，
等一会儿车队回来，我看他怎么办。我再重申一遍，租车的费用不用你们任何人插手，别说是租，我就算买下整个4S店，也就是动动手指的事。得，又装上了。不对，说不定他真的能买得起10辆劳斯莱斯。你终于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。看来你的眼睛也不瞎嘛。白浩啊，白浩，你还真是毁我的三观，令我望尘莫及呀！这什么意思呀？陈公子，您可千万别跟我们开玩笑啊！难道他真的是盛世集团的小董事长？你们想什么呢？我们小董事长怎么可能是这种人？我只是想说，白浩现在的身上好像还背着5000万的巨债。我在我们单位食堂听同事说过，在这光明村有一个姓白的年轻人，给我们盛世总部借了5000万的贷款，然后扭头就联系不上了，说是携款潜逃了。这种事儿，光明村年轻人，姓白，又租豪车又买神药，对上了，这下就对上了吗？肯定是他。你说我要是把你这个老赖给送到总部董事长那里，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被提升为经理？你才是老赖！关门，关门！本公子立大功的机会到了，你们可千万别让这个老赖给跑了！关门呐！不是，白浩再怎么说，现在也还在我们王家呀。如果在这儿抓了他的话，我们肯定会受牵连的呀，毕竟他是上门女婿啊。陈公子，您看是不是有什么更稳妥的办法呀？那可是5000万呐！别说是这个废物，就是把我们全家的皮给扒了，我们也掏不出来呀！完了，这地方日子没法过。瑶瑶，我没欠债，你别听风就是雨。白浩，你还有嘴硬到什么时候？往年你回家不是坐绿皮火车就是坐公交车，你还让我别往心里去，让我忍一忍。可是今年呢？是啊，白浩，你今年太高调了，这一会儿又是劳斯莱斯，一会儿又是找神医抓神药的。穷人乍富，不知道怎么烧包了。可不，借了别人5000万，可不回家好好炫耀炫耀吗？这样的话，我倒还真有一个办法，不仅可以让你们王家不受连累，还能让你们王家得到莫大的好处。哎呦，陈公子，这关键的时候还得看您呐。瑶瑶要是跟了陈公子多好呀，少受多少年的罪。陈公子，你要是有好的计策，赶紧告诉我们呗。离婚，马上离婚！只要瑶瑶跟白浩不再是夫妻关系，你们王家跟白浩划清界限，这负债自然落不到你们王家的头。对，离婚，现在就去离。瑶瑶嫁给了陈公子，陈公子又立了大功，受到总部的重用，然后升职加薪，那咱们王家以后可不如日中天了吗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跟这个废物离婚吧你！妈，白浩他就是一直鬼迷心窍。你个贱蹄子啊！你到现在你还护着他？我告诉你，你们俩死不死的，我可不关心。你可别连累我们王家。我和白浩是一家人，他虽然没有钱，也没什么本事，但是他对我、对甜甜都很好。这些年来，白浩没有一丁点对不起我的。要不这样，我离开这个家，绝对不给你们添任何麻烦。瑶瑶，我白浩对天发誓，我会用这一生守护你，我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。陈欢，瑶瑶，陈欢，白浩他确实是个窝囊废，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他一马吧。瑶瑶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提这个废物纠结？陈欢，看在我们是青梅竹马的份上，这辈子我就求你这一次。不行啊，绝对不行！合着你们两个人走了，那债务不落我们头上了？你们两个好狠的心呐！啊，自己拿着钱出去享受，啊，合着你们就想岳父岳母这老两口
在家里替你们打工还债，对吧？好你们两个混账东西啊！这个时候了，还想来算计我呢？这样，我先从我爸厂里面调几个保安过来，把他给抓到我们厂里。他的工作我来做，你们也赶紧劝劝瑶瑶离婚的事情。这个主意好，陈公子啊，等到了你们厂里的保卫处，帮我好好收拾收拾他。他如果不愿意离婚，您就狠狠地打他，一直打到他离婚为止。就是他，给我抓起来！我看你们谁敢！一个个都活腻歪了是吧？白浩，都已经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在这嘴硬啊？等我把你带回总部，送到我们小董事。哦对，总部太远，我先把你带到我们公司，我看你到时候见到周总之后，你还保不保得住？你们老总叫周南吧？你现在就把他叫过来，你看看他敢不敢动手。小李，让你准备的礼物都备齐了吗？周总，礼品一样也不少，全放在后备箱里了。出发前我已经检查过一遍了。那就好。咱们这个小董事长啊，能力极强，却行事低调，最喜欢搞暗访突击了。那周总，小董事长要回来的消息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对不起，周总，是我多嘴了。倒也无妨。我的老上司唐胜突然让我找10辆劳斯莱斯，说是有贵客要用车。刚好我听到风声，小董事长要来江城上任，所以我猜测这个贵客就是小董事长。那既然小董事长这么低调，咱们这次黯然拜访会不会有点唐突啊？他会不会不高兴啊？记住，到了以后管好自己的嘴，看我眼色行事。行了行了，别再来给我磨磨蹭蹭的，给我按住！放开我，放开！陈欢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。我后不后悔就不劳你费心了。白浩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到了保卫科还不签离婚协议的话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。带走。你给我老实待着！周总，这就是咱小董事长的家，也太寒碜了吧？应该是吧，租车地点就是这里，唐总不会搞错的。走，你给我老实点！不好了，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外面有个叫周南的女的，说是要来给爸办事。什么？你确定没有听错？是周南？我问了3遍，确实叫周南，盛世金融，还带了个秘书。完了！这瑶瑶还没跟白浩离婚呢，债主就找上来了。我怎么办？白浩这个王八蛋，可把咱家坑惨了。我早就看那个废物不顺眼了，要不是我媳妇拦着，我铁定让那个废物净身出户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呀？要不我们把他拦着，不让他进门。妈，人家可是盛世金融的老总啊！你知道盛世集团在江城的势力有多大吗？你要是不拦就算了，拦的话，此地无银300两啊！但是我看着也不像是来讨债的，大包小包提着，应该就是给爸祝寿的吧？那他肯定不能说要债的，不然你能让他进来啊？那也不至于拿那么多礼品啊！这后备箱全是好东西啊！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什么对了？你们想啊，现在欠钱的是大爷，他欠的不是3万5万，欠的是5000万呀！这个周总啊，一定是要先礼后兵了。先让他进来。没办法了，大家记住啊，我们一定要以礼相待，跟白浩划清界限。尤其是你王阳，只要周总问起来，你就说跟白浩已经离婚了，记住没有？听懂没有？哎呀，你个死丫头，你说话呀！王阳，你有没有点人性啊？你就为了那个废物，你把咱们全家都垫上啊！好，一切都按大姐夫说的办。那我先去把他请进来。去。记住，一定要假装不认识小董事长，这样才会显得咱们没有那么功利。
那咱以什么名义拜访老头子呢？小董事长的二姐夫张松是在咱们公司旗下银行工作的，也算是自家的员工。领导关怀下属，总归是没错的吧？对，这样既关怀了小董事长的家人，又给小董事长留下好印象。周总，您真是英明神武。周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家里办事搞得乱七八糟的，怕您笑话。我们刚刚在收拾卫生，怠慢您了。客气了，家里老爷子身体可还行？白浩求了神药，吃下就见效了，现在已经休息下了，身体还好着呢。这还真是白浩小董事长的家呀！能惊动唐盛老总办事的人，岂能有假？啊，周总，里边请。周总您好，林秘书好，我是盛世银行的张松，您叫我小张就行了。哦，好好好，那咱们坐下说。哎，小总，您这边这边。瑶瑶，快去视察！哎，来。那个周总这么大的人物，怎么有时间忽然来造访我们这小门小院啊？我对张东那个青年啊，一向是十分看好的。只可惜啊，前几天工作繁忙，还抽不出时间来。这不刚好你家老爷过寿嘛，正好借这个机会啊，来看一下我司的员工和家属们。是这样，鉴于张松同志工作成绩优秀，我司经过认真讨论后决定，升任张松同志为银行副行长。不是说来要债的吗？怎么升成副行长了？应该是陈公子给推荐的。肯定是陈公子，上次他就说升职是。王太太呀，你们家要是有什么困难，今天当着我的面尽管提条件。困难？这位是？哦，那周总，我是大姑爷赵雄。哎呀，大姑爷真是一表人才呀，王家真是找了个好女婿。请问赵先生在哪高就啊？我在盛世铝业当一个小主任。说出来挺丢脸的，其实。哎呀，这主任怎么能行呢？我跟你们老总熟，一会儿啊给他打个电话，直接升你做采购部长，你看可行？真的吗？我赵雄何能啊！您看我做这个，我能胜得了吗？我干不了可以学呀，没有谁天生就会的。就这么决定了，采购部部长非你莫属。那我谢谢周总啊，我谢谢周总啊。真好。瑶瑶，趁着周总心情好，你可以去想想办法，帮白浩求求情啊。而且，这怎么跟周总求情啊？给周总做牛做马，任劳任怨，怎么可怜怎么说。我看着周总挺面善的，万一他一心软，白浩的事儿就还有缓。周总，你能不能也给我和我丈夫介绍一份工作？闭嘴呀你！请问你是？我叫王瑶，白浩是我丈夫。啥？周总，我能吃苦，我丈夫也能吃苦，您给我们安排个职位吧，干什么都行。什么情况？难不成这王家人还不知道小董事长的真实身份？这我可办不了啊！周总，我真办不了。妹子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周总，你就大发慈悲，给我们介绍一个工作吧。白浩他能吃苦，肯干活，是一个好青年。快进去，快进去！哎呀，真没想到你们王家竟然如此团结和睦，为彼此着想，果然是家和万事兴啊！那周总能不能求你？哎，别求我了，千万别再求我了，也别吓唬我了。你再求我，我都要跪下给你磕头了。周总，我爸醒了。啊，
差点把正事忘了。那王太太，我现在去看望老爷子，可否方便？啊，方便。来，您请，您请啊。朋友，你疯了！跟你说的好好的忘了啊！你真是个扫把星啊！你就为了那个废物，你要把我们全家害死是不是？厅长，趁现在周总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待会儿他出来，如果问你的话，你一定要说跟那个废物已经撇清了关系，说跟白浩已经离婚了，听清楚没？可是白浩他该怎么办啊？白浩怎么办是周总说了算的。我们现在做的最好应该就是跟白浩划清界限。那老爷子啊，您得好好休息休息，这一定要保重身体。您的女婿啊这么争气，将来那是享不尽的福啊。周总，您刚刚答应我采购部长的事儿还算数吗？我那个银行副行长真能升上去？周总既然发话了，一言九鼎。既然说了给你们升，你们就在家等好消息吧。谢谢。对了，给老爷子过寿，怎么就看到2位姑爷，3姑爷白浩呢？那个白浩废物已经被我们扫地出门了。扫地出门？不，准确的说是离婚。我们家任何人跟那个人也再无联系。周总，你知不知道那个废物的德行？我们全家都对他厌恶至极，恨不得将他大卸8块。大卸8块？大卸8块都不解气呀！我恨不得扒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喝他的血呀！我跟你说啊，那个上门女婿他完全没有自知之明，整天缠着我们家王瑶，还不跟他离婚。人家陈欢陈公子一表人才，帅气多金，事业也有成，那么喜欢瑶瑶。那白浩啊，他但凡是个男人，就应该跟瑶瑶离婚，让瑶瑶过好日子。真离了？离了。今天中午离的。周总，你放心啊，明天瑶瑶就跟陈欢2个人去领结婚证，到时候办酒席的时候，您过来多喝几杯喜酒。你们的意思是，你们是嫌弃白浩同志没本事，觉得陈欢有钱有事业，所以就棒打鸳鸯。那白浩兄弟现在去哪了？那个废物啊，已经被陈公子拉去保卫处了。陈公子啊，精明能干，以后您可得好好提携提携他呀。周总，您是不知道啊，白浩那个废物不仅大闹我家老爷子的寿宴，而且还敢顶撞陈公子，现在估计已经被保卫处的人打得血肉模糊了。周总，你放心，我们全家一点都不心疼白浩，要是能把他打死啊，我们心里会更痛快。在哪个保卫处啊？就在前面，我们工厂那个。周总，你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吃口饭再走。滚开！这娘们怎么洗路上的呀？不知道啊。白浩，咱们2个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也不想为难你。签了。我要是不签，不签啊？不签那就更好办了。你要是不签的话，这桌子上所有的刑具我都在你身上用一遍，直到你签为止。陈欢啊，陈欢，你知不知道动用私刑非法拘禁是犯法的？谁给你的权利让你这么做？谁给我的权利？白浩，你是不是忘了呀？我爸是这儿的厂长，我就是这儿的天，这儿的法。你好大的官威呀！真没想到盛世集团竟然有你和你父亲这样的蛀虫。你少跟我说废话了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签不签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是我签了，王瑶他也不会签，到头来你还不是白忙活一场。这就不是你需要操心的事情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在这陪你耗着，赶紧签。哎，把我手绑开，我怎么签？想开了？当然，毕竟好汉不吃眼前亏。给他松开。签啊！愣那儿干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又不想死。
白浩，你耍老子！你他妈找死！你他妈找死！哎，滚下去！错了没？错了。白浩，老子打你，你还敢还手啊？你打我，我为什么？我呸！你就是一个社会的底层民工而已，你有什么资格还手？你凭什么还手？怎么，底层就活该被欺负？尤其是被你这种人。喜欢还手是吧？好啊，你越还手，我就越兴奋，我就越有资格教育。都死外边了吗？赶紧给我滚进来！白浩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再打一个试试啊！如果你再嘴贱的话，我照打。哎，我嘴就是贱。白浩，我给你机会签字，你不签，那不好意思，我只能把你打个半死，再把你送到老总那边处置。等你蹲进了大牢，我有1万种方法让瑶瑶爱上他。我劝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。我就不闭，我还告诉你，我会好好的爱他，让他对我死心塌地，彻底忘了。够了！但是，哎，你们那个女儿，我可不打算这样。等什么时候王瑶看不见不在的时候，我就拧她、掐她、拿针扎她。我还要告诉她，她老爸就是一个窝囊废，就是一个老赖，是一个怂包。而他呢，就是一个有娘生没爹养的野种。陈欢，你他妈这是在作死！你想想啊，白浩，他还那么小，你说我打他的时候，他该有多无助啊！他又哭又疼又流血，可是呢，他喊破喉咙也没有人来救。妈的，弄死你！给我上！把他给我往死里打！出了人命，我来负责。打！都给我住手！周总，您来的正好。白浩这个老赖已经被我的兄弟们给抓起来了。周总，您是不是打错人了？他白浩就是一个骗子，他骗了盛世集团5000万的资金。证据呢？证据？他一个死爹没妈、高中辍学的一个废物，之前一直在工地里边搬砖，可现在呢，又是开劳斯莱斯，又是求神药的，他哪来那么多钱？劳斯莱斯是咱给租的，这神药一定是小董事长曾经买到的。这就是你所说的证据？周总，光明村谁不知道他白浩就是一个废物？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你就可以非法拘禁、私设情党、屈打成招？周总，光明村姓白的，他之前就他妈是一个穷光蛋，现在这么潇洒，证据还不够是吗？一会儿再收拾你。白先生，您没受伤吧？请问您是？你好，我是盛世金融的总经理周楠。原本是趁着给老爷子祝寿来看一下自己的下属，就是您的二姐夫张松。结果却听说你这个混蛋不分青红皂白的欺负老百姓。我们盛世集团一向注重声誉，欺男霸女的事情一经发现，严惩不贷。这才像句人话。把这些证据都收集好，该开除的开除，该法办的法办。我们盛世集团对于欺行霸市的员工零容忍。白先生，您看这样处理是否合适？依法办事就行。那等我把这些事情处理完我就代表盛世集团亲自上门道歉。车队刚刚没有问我们要钱，
证明白浩他真的有钱能付，确实骗那5000万的巨款。得亏我们机灵，在周总的面前跟那个废物划清了界限，不然的话，往后的日子我们可就难熬喽。这周总去了保卫处，肯定对陈欢的功劳呀大加赞赏，到时候再往总部一上报，咱们瑶瑶再跟陈公子一结婚。爸爸妈妈不会离婚，我不要他们离婚。小兔崽子，给我闭嘴啊！甜甜，你妈是给你找了个有钱的后爸，往后你就偷着乐吧。我要有钱的爸爸，我就要现在的爸爸。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再哭就把你送到孤儿院去，让你再也进不了这个门。陈欢跟瑶瑶结婚的话，如果要是嫌弃这个小尾巴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那就送去孤儿院，成天哭哭啼啼的，烦都烦死了。谁要送我女儿去孤儿院？我白浩还没死呢。爸爸，你终于来了。没事了，一切都解决了。你怎么逃出来的？周总没把你送到总部去处置？怎么？你们就这么希望我出事吗？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把你们当成自家人，忍你们，让你们，包容你们。我没想到到头来，你们却变本加厉的妻子。你还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！啊，自家人，谁跟你是自家人啊？这人真爱自作多情。白浩，我郑重其事的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王家跟你有任何关系。什么？你聋吗？我清楚的再告诉你一次，这个屋子里的每一个人，从今天起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赶紧给我滚！瑶瑶，你也要抛弃我，跟我离婚？我给我闭嘴！我生了你，养了你，你爸现在还病着呢，你想干什么啊？想跟着这个废物走啊？你想气死你爸是吧？瑶瑶，先为孩子考虑。你现在跟着白浩去了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甜甜会跟着你吃苦的。不要离开爸爸，我不怕吃苦。甜甜放心，爸爸不会跟你分开啊。明白，你先回屋休息好不好？我算是看懂了，我把你们这家子人算是彻底看透了。真要断绝关系是吗？滚呐！出去以后别跟别人说认识你。怎么，白浩，你是想让我用棍子打你出去吗？总有一天会有人后悔，但我保证，那个人绝不是我。你个死丫头，好好在家给我待着！舒服，总算把那个废物赶出去了。这瑶瑶呀，跟陈公子一结婚，那咱们王家不就发达了吗？哎呀，喂，什么？你说我被开除了？那个，喂，怎么回事啊？喂，行长，是我。什么？我也被开除了？行长不是说提拔我当副行长吗？我去你的副行长，明天过来办理离职。哎呦，我也被开除了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同一时间你们都被开除了呀？一定是白浩那个混蛋害我们全家人倒霉！啊，对，肯定是他偷偷的逃出来，惹怒了周总。周总连陈欢的面子都不给，所以迁怒到了我们王家。是他。这个挨千刀的，他怎么走了还拉我们垫背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
这个废物啊！工作可以再找，但是白浩带给我们的损失，我必须让他偿还。他怎么偿还呢？他是个通缉犯，他已经被通缉了，早晚都会被抓住。那抓住了以后，欠款也会被追回，他拿什么偿还？不是你是不是傻了呀？他老宅那个街不是要拆迁吗？我听说那个拆迁款有150万，我们把他搞到手的1分，是不是就能弥补我们一部分的损失了？150万。我们现在走，现在就去，走。走。你也走，赶紧走啊！爸妈，儿子来看你们了。儿子现在都挺好，岳父岳母都挺疼我，姐姐姐夫也都让着我。瑶瑶她很爱我，我的女儿甜甜也很活泼，很健康。啊，对了，我生父找着了，他很有钱，是个大老板。白浩，我们来谈谈拆迁款的事吧。你们是？我们是盛世拆迁办的，现在整个村就只有你们家没有签署拆迁协议。这样，咱们出去谈，我不想惊扰我爸爸。走。懒得跟你废话，赶紧签了吧。这老宅啊，承载了我童年所有的记忆，就不拆了吧，留着，到时候好好收拾一下，也算给我这老宅聚聚风水。哎，合着你不同意拆迁不说，还想让我们给你搞装修啊？到时候啊，我会通知盛世地产，把我老宅这周围好好规划一下。哎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，白浩？我们是来拆迁的，不是来伺候爹的。赶紧把合同签了，大家都方便。推土机一会儿可就开过来了，你别耽误我们工程进度。让推土机别来了，过2天我会去盛世地产视察，我到时候自会安排。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在我面前充大个儿，你还太愣。我就问你一句，这合同你签还是不签？不签。好，像你这么嘴硬的钉子户已经不是第一个了。既然你不签是吧？那我打到你签，兄弟们动手！住手！哟，龙哥，又碰见个牙硬的。什么玩意儿牙硬啊？白浩是我兄弟，那是我发小。兄弟，咱俩可是有好多年没见了啊！这样，待会儿我去摆一桌，我们两兄弟好好的聚一聚。嗨，谁说不是呢？陈老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不见，哎，富态了不少。嗨，瞎混呗。哦，对了，兄弟，你看你这老房子啊，都这么破了，它也不能住人。你给兄弟我一个面儿，把它给拆了，回头兄弟我给你多搞一点补偿款，这不一举两得吗？啊！陈龙啊，你也知道，我从小在这个村长大，如今我爸妈不在了，这老宅是他们留给我的唯一念想。哎呀，兄弟，念想那玩意儿，它能值几个钱呢？它也不能当饭吃，是吧？我可是听说了，你这个上门女婿在岳父家的日子可不好过，还不如拿了这笔拆迁款去买套新的，搬出去。咱们别说那个窝囊气啊！这不是钱的事儿，
这是我爸妈留给我的唯一东西，如果真拆了的话，他们的痕迹我就一点找不到了。兄弟，先别着急，你先看看合同上面有多少补偿款，你再做决定也不迟嘛。不对啊，这村子的拆迁方案是我亲自制定的，这村子的每一户补偿款都是350万外加一套新房，怎么这合同上只有150万？难道是陈龙动了手脚？怎么样，兄弟？你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只要你立马签字，钱就马上到账。陈龙，这拆迁款怕是有点少吗？这不少了。你知道村头那个张瘸子啊？我才给他100万。张瘸子家里本来就穷，他老婆还是个瞎子，你怎么能欺负弱势群体呢？白浩，你这管得也太宽了吧！哼，这样，我再给你加20万，一共170万。这事儿你也别声张，悄悄的把这钱拿着，赶紧把合同给签了。混账！盛世集团给的拆迁款明明是350万外加一套房，怎么到了你这儿就剩150万？说，你从中贪了多少钱？还有谁拿了这笔钱？白浩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什么350万？什么一套新房？我实话告诉你，就150万。这合同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给我签。我真没想到盛世地产会聘用你这种人渣，陈龙，你从小就不是好东西，没想到现在依旧不是，连公司的钱你都敢拿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我看你才是活腻了，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你还给我蹬鼻子上脸呢！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这合同你签还是不签？我不签。愣着干什么？动手给我打，打到他签为止。大白天的行凶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白浩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瑶瑶，他们这是来帮我的吗？白浩，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个上门女婿还有人替你出头，为你撑腰啊！我真小看了你这个废物。哎，别误会啊，我们是来拿补偿款。陈龙，你要觉得白浩势单力薄，克扣补偿款的话，我们可不答应。这么说的话，你们是同意拆迁的？愿意，那就要看你们能出多少钱了。我说了，这宅子我不拆。不拆？不拆你拿什么补偿我们呀？白浩，你不要以为你跟我们断绝了关系就可以一走了之。一，我没拿你们家钱；二，我没吃你们家饭，我凭什么要补偿你们？哎，你害得我们全家失业，这笔账必须得算，这该赔的钱嘛，必须得赔呀。你们失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你这个老赖偷悄悄从保卫处跑出来，害周总生气，我们全家失业，这个责任你必须得负。没错，所以这个宅子的拆迁款必须全额补偿给我们家。你们还真是没完没了，都断绝关系了，还要追着我不放，还要惦记我家老宅。你们真当我白浩是泥捏的不成？白浩啊，那一个人把你当作敌人，或许是那个人有问题。可要是你的亲朋好友，还有你的朋友，那都把你当作敌人，你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？这就是你的问题啊！我的问题就是，不愿意与你们这帮人同流合污，不愿意像你们这样势利眼。还有，他们不是我的亲人，而你也不是我朋友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给你个台阶下，你还端上了啊！我今天就再帮你一次，只要你愿意签字，我就帮着你一起收拾这群白眼狼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那个130万，这房子我们立马卖。你有什么资格卖啊？那个瑶瑶跟白浩还没有离婚，他能做主是吧？我说过，这老宅我坚决不拆。兄弟，
我就最后再帮你一次啊！你只要把这儿给签了，我就帮着你一起收拾他们，帮你出气。120万，我们签。120万，还有没有比这更低的价格？3、2、1，成交！白浩啊，不是兄弟我不帮你，而是对方给的价格那太诱人了。我刚才给了你机会，你也不中用啊！弟妹，赶紧签字吧。王瑶，你真认为签了字，这笔钱就会落在你和孩子手里吗？为这帮人弄钱，你觉得值得吗？白浩，请你认清形势行不行？你看看现在还有谁愿意帮你？我签字就是在帮你。瑶瑶，我爸妈走得早，他们就只给我留下这间老宅子。你真舍得让拆了，你就不怕我伤心是吗？瑶瑶，别犹豫了，你签完80万我们拿，40万拿给白浩还债。那个趁他现在没怎么花钱，说不定5000万的窟窿还补得上。你别听大伙说，我没有欠任何钱。白浩，你够了！大家都在为你着想，你却为了这个破屋子要跟所有人对着干。之前他们说你是废物，我还会反驳。现在我觉得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愣着干什么？让推土机进场吧！我说了，这宅子你们拆不了。白浩，合同也签了，你要是再这么干，推土机可就直接从你的身上给我碾过去。我赌你不过。好，好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动手！真推啊！我说你是不是傻啊？敢直接怼到他脸上，你看他还敢不敢坐在这儿？有腿，别踢！白浩，都给我住手！你们谁是拆迁负责人？是我。你谁呀？混账东西！干什么你？想搞出人命吗？那个使不得，这是盛世金融的周总。周总啊？你怎么知道他是周总？他之前去我们家慰问来着，给我们升职加薪了。你不是告诉我说你们家全都失业了吗？都是这个废物，这不又惹周总生气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白浩什么时候得罪我了？不是他从保卫科跑出来惹你生气，然后迁怒我们，让我们都失业了吗？你放屁！白浩是我放走的，他压根就没欠什么巨款。因为误会，我原本想去你家代表盛世道歉，结果你二姐说你们来了这老宅，惦记人家的拆迁款，你们呀，活该丢了工作。不是，那劳斯莱斯是我给白浩租的，你有意见？啊？您给闭上你这臭嘴！行，我懂，我闭嘴。好，就算你是盛世金融的周总，那你未免也管得太宽了吧？我们地产方面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插手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这老宅我们也拆定了。放肆！个小小的拆迁负责人还能反了天不成？你给我看清楚，白纸黑字，我们是签了合同的。现在白浩在阻碍工程进展，我们是在依法办事。你依的什么法？今天这挖掘机要是敢再前进一步，
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臭娘们儿，我是给你脸了是吧？啊，你知不知道老杰拆迁的事是集团总部小董事长的旨意？你敢违背小董事长的意思，哼！我看你这个老总也是干到头了。你呀，一个小小的拆迁负责人也敢张口闭口小董事长，瞧把你能耐的！我给你让开！你要是耽误了小董事长的大事，要你好看！要我好看？限你1分钟之内，给我赶到光明后村来！哼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让推土机继续给我推！把油门给我踩到底！那家伙想找死，成全了！都给老子住手！周主任，您来的正好。这娘们儿自称是盛世金融的老总，还阻碍咱们工程进度。大姐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大姐，我没有你这种废物弟弟。7行坝是暴力拆迁，我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姐，这都是手下人干的，不是我指使的。王八狗啊！切不到我姐头上，作死啊你！周总，都是误会，误会。还不赶紧把挖掘机撤走！撤，赶紧撤！走！等等，合同你们也要带走吗？快点！小兄弟，实在是对不住，那帮拆迁的人啊，实在是太可恶了。我虽然不是盛世地产的领导，但是这种事碰上啊，我就必须负责到底。那你打算怎么管？那帮人啊，实在是太可恶了。回头我碰到地产方面的负责人，把他们全开了。这白浩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啊？周总怎么老是帮着他？就是啊，看他们有说有笑的模样，好像很熟的样子。他们到底在做什么？你怎么神神秘秘的啊？我明白了。啊，回家。对，回什么家呀？有什么话现在说呀？回家说，这不烦你？走。哎呀，走啊，回家！哎，白浩兄弟啊，我们盛世下面的人啊，一而再的给你制造麻烦，我真是过意不去。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，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跟我提。周总，您说我就是一个小人物，何德何能让您给我道歉？哎呀，这犯了错就要认，不能因为别人弱小就随意欺凌。这是我们盛世集团做事的规矩，也是我周南啊处事的准则。难得，这盛世集团不容易有你这么个明白人。我刚好有套闲置的别墅，你搬过去住就行了。这合适吗，周总？哎呀，你帮我照看房子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那就谢谢周总了。走。白浩兄弟，你看这别墅环境可还合您心意？周总，您这也太客气了。一会儿啊，我让李秘书再去采购些家具家电，好好装饰一下。哎，周总，这么给您添麻烦，我怎么好意思？认识就是缘分，何况之前啊，咱们盛世的人对您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，那赔礼道歉啊，都是应该的。您什么都不要想，安心住着。啊，对了，我和李秘书啊还有点事情要办，晚些时候再来看你。行，慢走。周总，您这招真高，既帮小董事长解决了麻烦，留下了好印象，同时又不唐突，不戳破他的身份，让他误以为您高风亮节，人品极佳。我看您这次高升的机会已经不远了。这做人啊，就得学聪明着点，哪能像王家那群蠢猪一样，天大的机会摆在面前，竟然还要扯着嗓子跟人家断绝关系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妈，回来了。老公，那个周南为什么帮白浩那废物，你倒是说呀？
对呀。你们想一想啊，首先他没有借下巨款，其次呢，他又很大方。你们说，这样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是啊，偷东西、抢劫这种事情，白浩那个废物是肯定干不出来的。之前周总来家里说给咱们升职加薪，转眼白浩被撵走了，咱们升职加薪没了，而且工作都丢了。你们是说周南看上白浩那个废物了？什么看上呀？我瞅他俩那个聊天啊，他俩八成早就搞在一起了。你别胡说，周南什么年纪？白浩才多大？哎，你还别不信啊！现在有的人就喜欢这种调调。今天周总趴在我耳边悄悄跟我说，白浩那个劳斯莱斯就是他给租的。对，要是有周南帮忙，咱爸吃的那个神药兴许就是真的，难怪药效会起得这么快。洋洋，不会，白浩他不是那种人。周总亲口告诉我的，会有假吗？啊？这下说得通了，难怪白浩这次回来那么膨胀，原来呀，早就跟那骚狐狸勾搭上了。不可能，白浩他不会背叛家庭，他干不出这种事情。事实不摆在面前了吗？瑶瑶和甜甜这些年跟着我吃了那么多苦，如今回到江城，我也该让他们娘俩好好享享福了。白浩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找到新住宅了。你房子是哪儿来的？房子是周南提供的。好。怎么了？那个废物跟你说什么了？白浩他说要把我和甜甜接出去住市中心的大别墅。他哪来的大别墅啊？他说是周总给他提供的。对上了，这下全都对上了，说明白浩呀早就被周南给包养了。白浩那个废物，现在有周南帮着他，我们还怎么问他要拆迁款呢？哎呦喂，早知道就不得罪这个人了。现在可好，工作都丢了，咱们上哪儿说理去？对呀，白浩还没和王瑶离婚呢，婚内出轨，他的赔偿王瑶精神损失费，负法律责任的。对，周南吧，他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干了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，咱怕他干嘛呀？他现在可以把柄在我们手上。我们现在就去找那对，问他们要天价的赔偿金。要是敢不给的话，哼，我们就让姓周的那个骚狐狸身败名裂。李秘书，真是添麻烦了。这些家电一共多少钱？算一下，回头我直接转给你们周总。我们周总一向热情周到，再说你们以后要是不住了，这些家具还能继续使用。周总说了，就当提前给自己搞装修了。行，哎，那你们周总人呢？啊，正在逛家具城呢，一会儿估计还有2车家具会给您送过来。我这边呢还有别的事要忙。白浩先生，这些家具您看适合放哪，您就自己拿主意吧。好，那李秘书慢走。白浩，这什么档次啊？用这么好的电视机，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搬到我家去！我说你们没完了是吧？要断绝关系的是你们，我回老宅跟过来的也是你们，现在我搬到这儿来，你们还要追过来，你们到底想干嘛？我闭嘴！哼，白浩，我可是没看出来呀！啊，当上门女婿的是你，傍女富婆的也是你啊！没了女人，你活不了了是吧？什么意思呀？我什么时候傍女大款了？周南那个狐狸精，他对你可真够好的呀！我们刚把你撵出家门啊，他就停了我们全家人的工作。我刚问你要赔偿款，
他就出面帮你解决了。这一打眼儿的功夫，这大别墅都送上了。白浩，老实交代吧，你跟周南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我说你们这群人还真够有意思的，侮辱我一个还不够，现在把周总也带上，一群奇葩！哎呦，这就互上了呀！白浩，你要搞清楚，你和王瑶还没离婚呢，婚内出轨，你这可不是小事儿啊！白浩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瑶瑶，你也不信我是吗？要我怎么信你？如果你没有借那5000万，这么大的开销是谁给你？让我实话跟你说，其实我是盛世集团的小董事长，盛世集团在江城的所有产业都是我白浩的。不是，白浩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看你最近妄想症是越来越严重了吧？啊？白浩。你爸是修鞋的，你妈是卖盒饭的，前些年早就死了，还什么小董事长？你要是真是，那大董事长是谁呀？他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之前养育我的，是我的养父养母。白浩，你可真行啊！啊，为了出面子，为了撒谎，你连你自己的亲生父母你都不要了啊！这往后你跟富婆在一起了，是不是连我这个丈母娘，连你的老婆孩子你也不要了？你们爱信不信，好吧？瑶瑶，你看清楚这个窝囊废的嘴脸了吧？啊，他有奶就是娘，谁给他钱他就跟谁好。白浩，你怎么能嫌弃自己的亲生父母呢？他们是穷，干的工作也不体面。但你也不能为了面子连爸妈都不认吧？不是王瑶，你能动动脑子想一想吗？如果我真傍了富婆，我会把你和甜甜接到这儿来住吗？哼，你们听听他说这话，他肯定早就计划好了，怎么把瑶瑶接过来，才能方便他跟那个富婆约会。哼，周南那个狐狸精，别说肯定不止这一套啊，没准啊，这对门就是他家，这样就方便你俩约会了啊。还能以家庭为借口来掩人耳目呢你！就是这周南啊，说起来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不拿个家庭打掩护，这要是被人发现了，那他名声不就臭了吗？瑶瑶，这下懂了吧？他把你接过来，就让你当打个掩护，给他白浩当老妈子，带他白浩的孩子。白浩，咱们离婚吧。离婚？想得美！就算要离婚，我也不会便宜了你们这对。白浩，你婚内出轨背叛瑶瑶，周南呢位高权重爱惜名声，离婚可以啊，赔钱。你对我们家伤害这么大，至少要赔偿2000万。我说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，非得拿这些莫须有的猜测来讹诈我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你们来错地方了，这是我白浩的家，除了王瑶和甜甜，你们所有人立马给我滚蛋！呀，这富婆给的房子转眼就说你的啦，还说的这么理直气壮。白浩，这可是你亲口说漏嘴的，你自己承认的。够了，这不欢迎你们，赶紧给我滚！让我们走？可以呀，你呀，现在就给那个狐狸精打电话，让他给我们转2000万。我们只要拿到了钱，瑶瑶就留下来，给你当个老妈子，也不是不可以哈。妈，我没钱给你们，你们再不走的话，我立刻就叫保安。没钱？哼！这电视给我搬走。这套沙发我看也价值不菲，给我快搬！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些东西，我看也能管几个钱，全部搬走。愣着干什么搬呀？行了，这里不是你们胡撒野的地方。如果你们把这些搬走的话，你们一定会牢底坐穿。白浩，你跟瑶瑶还没离婚呢，这屋里的东西有一半都是我们家的，
我们搬自己的东西，犯哪门子法了啊？你这个废物，配用这么贵的东西吗？搬，赶紧动手！大白天在我家里入室抢劫，我看你们真是活腻歪了。李秘书，报警！白浩兄弟，你和王家不是已经彻底断绝关系了吗？断的已经不能再断了。今天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大白天入室抢劫，我要把你们告到牢底坐穿！哼，我们搬自己家的东西，犯什么法了？这里哪样东西是你们自己的？你们这群废物啊，用得起这么贵的家具吗？白浩跟王瑶还没离婚呢，白浩的东西就是我们家的东西。白先生，这个房子里有您的东西吗？这别墅是周总的，这里面的一切物品都是周总个人的。敢抢我周南的东西，放眼整个江城，还没有人有这样大的胆子。你勾引我们家白浩，你俩婚内出轨，你还有理了？就是，就你们俩那点破事儿，别把我们惹急了，我让整个江城都知道。李秘书，这儿发生什么事了？说我勾引白浩，你们还真敢往歪处想啊！不过这样也好，再加一条，诽谤污蔑盛世金融的老总，我要告到你们倾家荡产！完了，咱们是不是把事情搞大了？我觉得要不然咱先走吧，走。走！说我出轨，毫无证据，但是你们入室抢劫，证据确凿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抓走！白浩，求求你了，哎呦，求求你了，妹夫，你帮我们说句话呀！现在知道叫我妹夫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是你们妹夫，我就是个废物。废物！哎呦，不对！哎，你看我这张嘴，哎呀，妹夫，千错万错，那都是我们的错啊！你可千万不能跟我们一般见识啊！对。那你们说说，你们错哪了？我们不该欺负你，不该去嘲笑你，不该天天骂你是窝囊废。就这些？白浩，我们不该偷偷分你的钱去买奔驰。奥迪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买豪车的钱都是我这些年打工补贴的？这些钱都是我给甜甜和瑶瑶的生活费。白浩，妈把钱都给我和二妹家了，这瑶瑶甜甜嘛，你回来的时候能吃点好的。难怪你这一年比一年瘦，瑶瑶也有些发育不良。为什么你遭遇这些待遇你不告诉我呀？你是上门女婿，我和甜甜又赖在娘家，寄人篱下，理应是这样的，我没什么好抱怨的。瑶瑶，你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之前所遭遇的不公、受的苦，我都会千倍、万倍补偿你。我会让你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白浩，我们跟你开个玩笑呢，你不会这么小肚鸡肠的吧？是啊，我们都没当真。哎，你不能当真啊！开玩笑，你们这个玩笑跟我开了10年，你们觉得好笑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。白浩，你这是……都是这老不死的带的头，是他看不上你这个上门女婿，所以他一直教唆我们吸干你的血汗钱，一切都是这恶婆子的主意。对，就是这个恶婆子，他从小说你无父无母，我们可以随便欺负，就是把你饿死也放不出个响屁来，就他。好，你们2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啊！女婿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出点事儿，一个个的把自己裁得那么干净，把我一个老太婆推出来挡枪啊！我本来可以成为您亲生儿子，我也拼了命的想要孝敬您，但是你一直看不起我，你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儿子，
甚至没把我当成一个人。当我儿子，哼，你也配？我以前瞧不上你，现在我一样瞧不上你。哼，告诉你，我可没有他们这么怂。想让我给你赔礼道歉，我呸！下辈子吧你！哼！都是抬举的老东西，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，这是我的家，还敢在这里耍横！白先生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周总，您不用征求我的意见，这是您家，您自己处理就好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先把他们抓去保安处，然后再移交给警察。妹夫，哎，妹夫，你有求饶我，错了。白浩，你真的要把我家人送去法办吗？瑶瑶，他们跟我断绝了关系，已经不是我家人了。可他们还是我的家人啊，他们是我姐，还有我妈，你能不能放他们一马？这件事我说了不算，你跟周总说吧。周总，能不能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家人？如果你愿意答应我，我愿意把白浩让给那个王瑶啊，我跟白浩先生绝对没有那种关系。王瑶，我们周总只是古道热肠，见不得弱者受欺负，所以才对白浩同志关爱有加。瑶瑶，你就是遇见的恶人太多了，所以你突然见到一个大好人，你反而开始胡思乱想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是呀，我都多大年纪了，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。那周总，你能不能放过我家人？那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就是你的家人啊，太可恶了，先把他们关起来啊，教训几日，然后过几天我再撤诉，把他们放出来。你看这样行吗？就这样，我觉得周总处理方式非常妥当。行，那你们先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爸爸，慢点跑，慢点。这个家好大啊！那甜甜喜欢吗？喜欢。我刚刚在楼上看见那边有好多小朋友在一起玩。那甜甜想跟他们一起玩吗？想。那爸爸明天就带甜甜上那所幼儿园，好吗？好。白浩，你别瞎说，那可是盛世集团的贵族幼儿园，咱上不起。瑶瑶，那家幼儿园是我开的，我真是盛世集团的小董事长。白浩，我知道周总帮了你，可是你也不能忘了自己姓什么。这些话传到别有用心的人耳朵里面，咱们又会摊上麻烦了。你信不信不重要，但是啊，甜甜明天必须得上幼儿园。白浩，你现实一点，就算周总愿意给咱介绍门路，幼儿园的学费也是一大笔支出，咱出不起。妈妈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其实老宅的拆迁款是350万，另加一套房。之前周总已经把钱给我打过来了，现在可以让甜甜上幼儿园了吗？350万？可之前不是说只有150万吗？那是那些钱被有些人给私吞了。不过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真相大白。坑害老百姓的钱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先不提这些，瑶瑶，你不是一直说想要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吗？那明天先送甜甜上幼儿园，然后我带你去买车。还是不要了吧，咱们刚搬出来，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钱。瑶瑶，我刚才说过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，所以这个车我必须带你买。这个还行。买不起就不要碰，碰坏了你们可赔不起。哟，这不是农民工夫妇吗？哪个不长眼的保安把你们给放进来？白浩，这里是你该来的地方。陆倩，还挺巧啊。一点都不巧，要不是保安不长眼，你有什么资格见我？
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。陆谦，这不就是个卖车的地方吗？什么叫卖车的地方？这里是豪车专卖店，你连豪车都不认识？王瑶，看来你当年这个校花也是混得不怎么样吧？等我们提了车，瑶瑶不就认识了？哟，我没有听错吧？你们要在这里提车，就你一个臭农民工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我估计啊，你这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个车轱辘吧？陆倩呀，陆倩，这我可就得批评你2句了。你作为一个销售人员，顾客对于你来说就是上帝。你说话这么难听，看来你这个销售做的不太合格呀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一个臭农民工还教训起来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陆谦，这车很贵吗？什么叫贵吗？就你面前这辆车啊，130万。就你们这对臭屌丝，别说买，连摸都摸不起。那我请问你开的什么车呀？你陆倩，你只是个卖车的，这车行也不是你的，你做人啊，还是别这么趾高气扬。我就算是卖车的，怎么了？我卖也卖的是豪车，比你这个农民工强多了。你有什么资格嘲笑我？我可没嘲笑你。你就是在嘲笑我。你一个卖盒饭的儿子，上学连身新衣服都买不起，幸好老娘跟你分手了。不像有些人瞎了眼啊，老娘扔掉的废物还当宝贝一样。陆倩啊，陆倩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心胸还是那么狭隘，跟我们家瑶瑶比起来，可差远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别在这里玷污我们的长爹！急了，大白天的嚷嚷啥？一点素质都没有！亲爱的，你来的正好。嚷嚷什么呢？小心让领导给听见了。亲爱的，你看咱们面前这对穷夫妇，你也合适。哎呦，这不是我们老班长吗？还有校花呢。杨伟，你也在这上班？我们家杨伟啊，现在啊可是财务主管，月薪2万。就你这个农民工，估计1年都挣不到2万吧。倩倩，你拿我跟他比，你不是在骂我吗？今天正好碰见了，我想跟你确认一件事儿：当年砸我妈摊子、打我妈的人里，到底有没有？你妈不是死了吗？这么久的事儿，提她干嘛呀？你只需要回答有或者没有。既然你这么想知道，那我就实话告诉你。当年砸你妈餐车那的事儿，我参与了，那些人也是我组织的。你为什么那么做？我哪儿得罪你了？你是没有得罪杨伟，但是你得罪了姑奶奶我。当年是你主动提的分手，我也没有纠缠你，立刻就同意了。我怎么得罪你了？就是因为你答应的太干脆。哎，凭什么我一跟你提分手，你就痛快答应啊？你不应该伤心，苦苦纠缠我，苦苦哀求我吗？不是陆健，我说你这未免有点胡搅蛮缠了吧？还有这个骚蹄子啊！我才刚跟你分手，你们俩居然就在一块儿了，老娘还没找到呢，你凭什么比我先找？而且还找了个校花，你让我的脸往哪搁？那我还真得感谢你，要不是你甩了我，我还没机会跟瑶瑶在一起，我也没机会娶到这个世界上最美丽、最贤惠、最温柔的女人。你给我滚！立马给我滚出去！混账东西，在我这儿秀恩爱，你活腻歪了是吧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呀，就是怕我们比你们过得好，把你们比下去是吧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一个臭农民工，我嫉妒你什么？你要是再不滚出去，我马上叫来保安，撕烂你的臭嘴！陆谦，你要是说话再这么不客气的话，别怪我不给你脸。哟，装起来了是吧？一个农民工穿一身西装就觉得自己是土大款了是吧？白浩，我告诉你，你装错地方。少废话，你们这儿最贵的车是哪2辆？我要提2辆。最贵的车2台。好啊，我们这里最贵的车170万一辆，2辆加起来340万。白先生，你是现金还是刷卡呀？白浩，别赌气，为了面子不值得。咱们拆迁款一共就350万，要是都买了车哟，我就说啊，一个穷农民工哪来的胆子来我们这儿撒野？
原来是走了狗屎运，拿了拆迁款了。那感情好，果然是穷人乍富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们两个可以买，但是你们一定养不起，别到时候你们两口子开着这辆豪车去要饭。这就不是你们该考虑的问题了吧？白浩，哎，咱们啊，吐口唾沫就是钉，说出去的话可不能反悔啊。你们两个要是买不起这个车，把我俩耍一把，到时候我叫保安过来打断你们两个的腿。少废话，刷卡吧。得嘞，兔打垮，里边请。来，对不起，先生，您这张卡余额不足，刷不出钱。白浩，你这拆迁款不会是假的吧？在我这儿装面子找台阶。哎呀，想不到呀，当年清纯的校花，现在也是满口谎言，坑蒙拐骗啊！婊子就是婊子，为了那点可怜的虚荣心，可是什么事儿都敢胡编乱造啊！白浩，拆迁款不是已经打过来了吗？有没有可能是你们这儿权限太低，刷不出我卡里的钱？白浩，你真会找台阶，权限低是吧？那我这个财务主管亲自给你刷一下，你看可以吗？你试试看。如果我这个财务总管给你刷了，你这张卡刷不起，我看你怎么圆这个场。哎呀，没有显示，我再刷一次，还是没有显示。再刷一次，我再刷一次，我再刷一次。哎呦，都没有。白浩，你装够了吗？耍我们很好玩是吧？看来你这个小主管权限也不够高，还是把你们经理叫来。白浩，那你倒是拿一张普通的卡让我刷一刷。不会你寒酸的连1毛钱都没有，就只剩这张破卡了是吧？笑话，我兜里的可全都是至尊黑钻。哎呦，白浩，你真拿咱俩当傻子玩是吧？还跟他废什么话呀？敢在咱们车行闹事，赶紧叫保安进来打断他的狗腿，给他点颜色瞧瞧，免得以后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进来放肆。陆倩，白浩他这个人只是口气比较大，没有戏耍你们的意思。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就放他一马吧。瑶瑶，哟，想不到当年清纯的校花居然跟我求饶了，还真是千古奇闻啊！王瑶，当年我给你写情书，你说我是癞蛤蟆，现在谁他妈才是癞蛤蟆？你要是不想丢工作的话，就立刻去把你们经理给我叫过来。好，想让我原谅这个废物可以，不过你这个校花得给我跪下磕头道歉。还有，大声的说你是癞蛤蟆，你全家都是癞蛤蟆！你们不要太过分了。瑶瑶，你没必要跟这种人生气，我只需要数3个数，该跪下的人就是他们。3，给你脸了是吗？2，你再不下跪，我让你好看。1，闹什么闹？陆倩、杨伟，该跪下的人是你们。经理，你总算来了！这小子1分钱没有，还在咱们车行闹事。这又是来蹭试驾车、拍照发朋友圈的吧？跟你说多少回了，但凡碰到这种叫板的，轰出去。经理，他们呀，可比那蹭车试驾的还要可恨。明明就买不起车，还拉着我跟杨伟啊，给他们介绍了半天业务，耽误我们的宝贵工作时间。那扯什么呀？叫板轰出去？谁说我们买不起了？只是你们这位小主管权限太低，刷不了我卡里的钱而已。不是经理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就是我一个高中同学，一个农民工，不知道在哪儿捡了一个黑卡，说什么咱们这儿权限太低，其实里边1分钱都没有。等会儿，什么黑卡？这
这一堆黑卡，这是盛世银行总部发行的至尊黑钻卡，只有银行高层和重要贵宾才有。你个不长眼的东西，你要怠慢贵宾，老子扒你的皮！不是啊，他就是一个我高中同学，一个农民工。就是啊，孙经理，他是我前男友，我还不了解吗？这位先生，这卡真是您的？你开启权限刷一下，你看看我输的密码正不正确，看看钱能不能刷过去，我就知道了。先生，请您输下密码。到账了，到账了！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买得起这样的豪车？这位先生，这卡您哪儿来的呀？一定是他偷的，孙经理，他就是一个上门女婿，没爹没妈，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卡？对，这张卡肯定是来路不正啊！孙经理，您只想问这一张卡的来历，我这还有这么多卡呢，需不需要我一一给你介绍一下？非富即贵，非富即贵啊！这都是至尊黑钻卡，只有银行的贵宾才能专用的银行卡。孙经理，他就是光明村的一个穷小子，这些卡保不齐都是他偷的。为什么你臭嘴？不是，经理，我觉得他说的对，咱们应该现在保安，马上把这两个人给赶出去。你个废物！你两个不长眼的东西，找死别拉上我！这种至尊黑钻卡在总部保存级别是最高的，别说偷，让你们名字拿也拿不出来。先生，请收好您的卡。孙经理啊，哎，你说就算客户买不起车，作为销售人员也不该瞧不起人，对吧？那是，他们两个可有得罪先生的地方啊？他们刚刚不分青红皂白，就平白污蔑我们闹事儿，还要逼我老婆给他们跪下来道歉，岂有此理！你们这两个混蛋，有眼无珠的狗东西，得罪了我们车行有史以来最为尊贵的客人，你们都被开除了，马上滚！永久除名，永不录用！王阳，你当我没钱是同学的份上，你救救我！哎，王瑶，你就把咱这单个屁给放了吧，我求求你了。瑶瑶，做事呢要有自己的主见，对于这两个人，你无论怎么处理，我都支持你，尊重你。你们这种人，帮你们就是在助纣为虐。保安，让出去！经理，哎，王阳，你帮帮我，我还有车贷没还呢。王阳，哎，我有几百万的房贷没还呢。王阳，请二位贵宾到贵宾室休息。这个车子的手续办好以后啊，我再派人请二位下来。喂，什么？我女儿出事了！白浩，甜甜她怎么了？说是跟其他同学打架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甜甜平时很听话的。先去看看，走吧。哎，先生，您要去哪儿啊？我女儿出事了，去趟盛世金融幼儿园。订的那车，你认不认识周南，盛世金融的老总？啊，是，在下有幸接到过他的名片。你给他打电话，让他派人把我车开回去。他知道我家在哪。是，您放心，在下一定把此事办得妥妥帖帖。甜甜，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爸爸是建筑工人。那你妈妈呢？我妈妈没有工作。好你个没教养的东西！入园第一天就敢给我闯祸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住手！我家甜甜怎么了？你还要动手打她？怎么了？抢人家孩子玩具还打人？这怎么可能呢？甜甜平时在家里很听话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的，怎么可能抢别人玩具呢？我说抢了，他就抢了。
你们要是不想在这儿念书，就给我带着孩子滚蛋！老师，赶紧让这个爱哭鬼滚蛋！我家孩子打谁了？抢谁玩具了？就是这位小朱公子。你看看他的体格，比我家孩子大那么多。我家甜甜怎么可能打他？怎么可能抢他的玩具？你们知道小朱公子的爸爸是谁？他爸爸可是盛世高级中学的董事，你一个民工惹得起？宋老师，我说的是，这个小胖比我家孩子壮这么多，我家孩子怎么可能欺负他？不是问他爸爸是干什么的？赶紧让你们家甜甜给小朱公子道歉，否则怎么样？妈妈疼。甜甜哪里不舒服啊？让妈妈看看。妈妈脖子疼。我女儿脖子怎么了？啊？自己磕的呗，没教养的东西，连我的话也不听。我明白了，就因为他的爸爸是校董，你们就可以颠倒黑白，就因为我们没权没势，我家孩子被打了也要给别人道歉是吧？既然道理你都清楚，那就赶紧给小朱公子道歉吧。混账东西！我劝你跟我好好说话。你想干什么？这里可是盛世精英幼儿园，还轮不到你个民工在这撒野。白浩，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行，那我问问宋老师，像您这样师德败坏、不分青红皂白的人，是怎么进入这么好的幼儿园的？说出来不怕吓死你。我们这种顶级的贵族幼儿园，任教的老师哪一个不是有关系背景？那您靠的是谁的关系啊？真是不巧呀，我就是靠着小朱公子的爸爸朱强董事的关系进来。要说也怪你们家孩子不长眼，惹谁不好，偏偏要惹了小朱公子，有眼无珠的东西。那这个朱强是收你钱了吧？他收了多少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还是那句话，赶紧让这个丫头给小朱公子道歉，否则我现在就开除她。那我们就不念了，反正这里学费这么贵，本来我也不支持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回头我们带甜甜上一个公立幼儿园也挺好的。等一下，还没道歉就想走？怎么？你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不光孩子要道歉，你们大人也要跟朱强董事道歉，不然你以为我叫你们两个废物来干嘛？还真以为我来给你们主持公道来了。行，那我们就不走了。我倒要看看这个所谓的朱强董事究竟是个什么。白浩，要不就算了吧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？瑶瑶，咱们家甜甜受了欺负，如果咱们不帮她讨回公道，她得多难受，多委屈。可是白浩，我现在已经觉得很幸福了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房子、自己的车子，就连甜甜都有了自己的房间。孩子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因为这件事情怪咱们呢？宝贝，你说是不是啊？爸爸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，咱们听妈妈的，回家好不好？甜甜，你越是懂事，爸爸就更要替你讨回公道。爸爸今天就给你上一课，谁打了你，你就要打回去。哟，好大的口气啊！现在小朱公子就在这儿，我看看你敢打？打肯定是要打的，但在打之前，我一定要弄清楚事情的原委。甜甜，你跟爸爸讲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放心，有爸爸在，你谁都不怕。他滑滑梯的时候，就一直拿脚踢我，后来又来抢我的玩具，我不给，他就抓我脖子打我。是这样的。我就是想打他，你能打我怎么办？宋老师，他既然已经承认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就算是小朱公子打了他，也是他碍事儿，是他活该，你们就得道歉。真是可笑啊！我没想到，在盛世集团的教育单位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看来某些人还真是失职。哟，口气倒是不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啊，整个盛世集团都是你家的呢。不管盛世集团是不是我家的，我都不会像你们这样的人猖狂霸道。
寡廉鲜耻。你说谁寡廉鲜耻？说的就是甜甜。既然事情都弄清楚了，他怎么打的你，你就怎么打回去。爸爸，我不敢。甜甜，如果你今天不打回去的话，他明天还是会欺负你。你是愿意被欺负，还是不愿意被欺负？我不愿意被欺负。那就打回去，有爸爸妈妈在，他们不敢拿你怎么样。瑶瑶，你同意我这样做吗？既然甜甜受了欺负，就应该替她讨回公道。去吧，打回来。贱丫头，你敢！宋老师，你要是再不让开，我连你一起打。啊！你竟然敢！谁那么大的胆子，敢打我朱强的儿子？哎呦，朱董您可来了！就是这个混蛋，他想要打小朱公子，我拦了一下，他竟然连我也打。我眼睛不瞎，都看见了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两个孩子抢玩具，本来让这个小丫头给小朱公子道个歉，这个事儿也就这么算了。可是他们非要逼小朱公子给他道歉，您说还有没有天理啊？宋老师，您刚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是这个小胖子抢了我姑娘的玩具，还打了她，你反过来让我女儿道歉，没错吧？就算是我儿子打了你女儿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儿子打了我女儿，那就让我女儿打回去呗，还能怎么样？放肆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敢这样跟我说话？我不管你是谁，做人总得讲道理，不是？白浩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吧你！敢在朱董面前这么大言不惭，你们家孩子以后在江城别想上学了。哟，看来这个朱总能耐不小。能耐大不大，得看背后靠的是哪棵大树。我身后站着的可是整个盛世集团，盛世在江城的能量，不是你这种小人物可以想象的。倒是你说话这么有底气，我倒想知道你靠的是哪棵大树。我谁都不靠，我靠的是我自己。这就是你跟我叫板的底气？你呀，还不配跟我叫板。白浩，你真是疯了！朱董都不配跟你叫板，你脑子不是被驴给踢了吧？那么我想请问一下白浩先生，谁才配跟您叫板呢？你们校董那边是盛世金融给你们在拨款吧？你的上级应该是周南。放肆！周总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？就算他周南，也不配跟我叫板。你确定是这个幼儿园？是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这白浩先生走之前说，他女儿就在这家幼儿园，出大事了。我的老天爷呀！这帮混账东西，真是要把天给我捅塌了！周总都不配跟你叫板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本来俩孩子的事儿啊，道个歉就完了，谁知道这个民工竟然这么大胆，他这是要把天给捅塌吗？谁要把天给我捅塌了？周总，您怎么来了？白浩先生，这边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这个小胖子打了我女儿，抢了我女儿的玩具。这位老师反过来让我女儿给他道歉。周总，这小子不但鄙视我，连你也不放在眼里。给我跪下，给白浩先生道歉！周总，您打我干嘛呀？您是我的上级，咱们才是一家人，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你给我闭嘴！谁跟你是一家人？我周南处事向来公正，谁有理我站谁。周总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，本来就是两个孩子在这争玩具，那点小别扭而已。宋老师，你还真是人前人后两副面孔啊！刚才周总没来的时候，你好像不是这么说的。你之前是怎么说的？我他说呀，小朱公子打了我女儿，也是我女儿碍眼，是我女儿活该，就连我们都得给他道歉。你算什么东西？
我们盛世精英幼儿园怎么挤进来你这么个祸害？这就得问朱董了。刚才宋老师亲口承认，他塞了不少钱，走后门进来。什么？你还滥用职权，私下收受好处？周总，您别听他胡说八道。你被开除了，马上滚蛋！朱董，你得救救我呀！你得帮我说话呀！我们家把房子都卖了，才凑了70万买来的这个工作。你住口！我什么时候收你钱了？你别血口喷人啊！你个混账东西，竟然败坏盛世的名誉，拿着盛世的名头耀武扬威，你也被开除了。哎呦，我的天爷呀！我什么都没有了。白浩先生，您看这样处理合适吗？不合适。这个朱总利用职权吃拿卡要，职务犯罪，应当交给司法机关处理。这，白浩，差不多就算了，别为难周总。怎么，我让周总您为难了？好，白浩先生有道理，就按您说的办。还有宋老师跟这个小胖子，他们欺负侮辱我女儿，理应道歉吧？听到没有？做错了事还不赶紧给人家道歉！白浩先生，王阳女士，甜甜宝贝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们放我一马吧。像你这种师德败坏、颠倒黑白的人，要是不除，将来得有多少孩子毁在你手里？赶紧滚蛋！别让我再看见你！还不赶紧滚！好，我滚，我马上滚。你是想挨打，还是道歉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欺负你。你个混账东西，差点让你给害死了。周总，您不会真的把我交给警察吧？先回家躲几天，过了这种风头再说。哎呀，有人写作业去啊。喂，白总，您的上任庆典仪式安排在明天举办，您看合适吗？后天吧。明天你陪我去趟盛世金融，我觉得那个周南问题很大。你好，请出示一下工作证。你好，我是来找周南的，麻烦你打电话通报一下。找我们周总？就你，口气倒是不小。你知道我们周总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呀。你给你们周总打电话，或者你把电话号给我，我来打。放肆！敢直呼我们周总的名讳，还大言不惭的要我们周总的电话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老实交代。我说，我是盛世集团的小董事长，你信吗？你是小董事长？你要是小董事长，老子就是董事长他爹。我呀，没时间陪你逗乐，赶紧叫周南下来接我。谁这么大架子，敢让我们老总亲自下来迎接？老大，就这小子，不仅敢直呼咱们周总名讳，竟然还冒充咱们小董事长。你是白浩？哦，你是崔贺。我记得你小子呀，高中的时候天天爬墙出去上网，我呀对你印象很深。是啊，白浩，我对你印象也很深。你不就是当个破班长吗？啊，班主任的狗腿子而已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，你可没少给我找麻烦。崔贺呀，你不会还认为当时爬墙出去上网是对的？我只知道老子在你手底下吃了不少苦头，真没想到，你竟然也有落到我手里的一天啊！崔贺呀，崔贺，你说我又没犯法，怎么会落到你手里呢？你敢直呼我们周总的名讳，冒充我们小董事长，这就是触犯了盛世集团的法，触碰了崔贺的逆鳞。不是，他周南起名不就是让人喊的吗？更何况我也没冒充小董事长。等周南下来，一切都清楚了。你还想让我们周总下来？
我们周总要是下来，老子饭都得丢。哟，你们周董这么霸道啊？就被人喊个名字，都能害得你饭碗丢了？少跟老子扯淡！哎，白浩，我真不明白啊，你一个臭民工，你换了一身皮囊来这儿闹什么幺蛾子？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民工怎么了？你崔贺不也就是个保安吗？保安？老子可是盛世金融的保安，而且还是保安队长。就你这个臭废物，也敢跟我比？你看看你现在这副窝囊样啊！你不是大班长吗？不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吗？不是天之骄子吗？你怎么混成现在这副熊样了？啊！我知道，你很嫉妒我，眼红我保安队长的地位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就你这样的废物啊，一辈子也达不到我现在所拥有的高度啊！行了，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耗，赶紧叫周南下来，我找他有事儿要谈。哎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啊？还敢指我们周总的名讳？来，把他给我拽起来，张嘴！崔贺，你非要把事情闹大是吗？闹大！老子等了这个机会等了快10年。上学的时候你给我打小报告，现在又蔑视我们周总，新仇旧恨加起来，老子今天就要把你这样臭嘴给撕烂！上！住手！厂长，欢迎陈厂长。欢迎陈厂长。大白天的，成何体统？陈厂长？哪个陈厂长这么大派头？你连陈厂长都不认识，竟然还敢冒充我们小董事长？我一个堂堂董事长，用得着认识下面一个厂长吗？这位是？哦，陈厂长，这小子光明村的，叫白浩，我同学，现在就一个臭民工。你就是白浩，害得我家陈欢被拘。哦，你就是陈欢的父亲吧？废物！不过今天我们倒是冤家路窄。陈厂长，那你倒是说说，咱们之间什么冤，什么仇啊？你害得我儿子进了看守所，这么快就忘记了？陈厂长，你搞清楚，是你儿子对我非法拘禁，还妄想动用私刑，他进去，难道不应该？哼，白浩，你不会真的以为周总会为你出头吧？他当时只是抹不下面子，象征性的走了一下过场而已。凭我和周总的关系，今天只要我一句话，他立刻就能撤诉。哦，你一个铝业的厂长还能跟周南扯上关系？那我倒是想听听。知道光明村的拆迁吗？如果不是我这个地头蛇私下帮扶着他弟弟，就凭周岩那个小混混，他能摆平村里的老百姓？原来暴力拆迁也有你的一份，看来这拆迁的下拨款你也没少分呐。你，哎，老唐，对，我已经到了，我这还没进门呢，就麻烦不断。看来这周南的盛世金融门槛不低呀。行，那你赶紧来。周南，你又在搞什么幺蛾子？今天小董事长要去你公司视察，你赶紧下楼，咱们去迎接他。好的，唐总，我这就下楼安排。快点。周总，怎么了？快，董事长要过来视察，赶紧跟我下楼布置迎接仪式。看来你这个小废物知道的还不少啊！谁告诉你的？看陈厂长这意思，我猜对了。混蛋，你竟敢套我的话！说，拨分拆迁款的还有谁？他周南到底参没参与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这废物知道的太多了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要把他舌头截了！小刘，车速快一点，别让小董事长等咱们。白浩，你跑到哪儿作死不好，非得跑到盛世金融？今天就算是天皇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崔贺、陈青山，你们不会以为
背靠盛世集团，你们就真能无法无天了？实话告诉你，盛世集团就是江城的天，周总就是盛世金融的天，而我就是你的天。你真打算一点道理不讲？没理我给你讲什么道理啊！兄弟们，跟我往死里打，到他的爹都认不出来为止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哎，周总，您来的正好，这混蛋敢直呼您的名讳，还敢冒充我们小董事长。周总，你误会我儿子陈欢了。我今天过来就是恳请您把陈欢给放了。所以你们知道他是白浩，就要动手打人。他该打。对，周南，你也别装了，告诉他们我的真实身份。您是怎么猜到我知道您的身份的？我那二姐夫什么品行我还不清楚啊！我这才刚到家，您就给他升职加薪，而且您来我岳父家拜寿，也是因为我吧？小董事长就是英明，果然任何事情都逃不过您的法眼啊！他真是小董事长？不可能！我听陈欢说过，他就是王家的一个废物女婿，而且还是上门女婿。周总，他是我高中同学，家住光明村的，他妈以前是卖盒饭，他妈。白浩是不是小董事长，也是你们两个废物能妄加议论的。可是我儿子，你儿子陈欢恶意破坏我的家庭，逼着王瑶跟我离婚，后又对我非法拘禁，动用私刑。陈青山，你认为我会放过你？还有你崔贺，你身为一个小小的保安队长，却把手里那点权力发挥到极致，到处刁难人。我看你这个工作也保不住了。你们这两个混蛋，敢触碰小董事长的威严，我现在就宣布，你们被盛世集团除名了。现在立刻给我滚蛋！小董事长到。请问您是？我是盛世集团总部派来履职的小董事长白浩。您才是小董事长啊！哎呀，原来白浩的号是这个号啊！请问您是？这位是江城区盛世金融总经理周南，周总。周总，幸会幸会。周总为了盛世集团的发展日夜操劳，我一定上报总部，极力栽培。哎呀，为公司效力是我们下属应尽的本分。白总，您这么夸我，我真是愧不敢当啊！周总，你们这是？啊，周总，不是那个白浩才是小董事长吗？我之前也是猜的，不一定准呢。可唐总还让您租车送他家里去啊！白总，请问您老家是住在？我住在光明村，我们是实打实的老乡。这下真对上了，人白总才是住光明村的，那个废物啊，住的是光明村后。哎呀，之前是我们搞错了，那个唐总让我们送的地址啊是这个白号。周总英明。哎呀，白总啊，之前租车的事情真是不好意思哈，有没有耽误您正事啊？哦，哈哈哈，没事没事，有问题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周总啊，这崔贺和陈青山
你还不赶紧处理了？你个混蛋！真董事长都露面了，你还在老娘面前装什么装？周总，哪怕我不是董事长，他们这些人作恶多端，不应该依法查办吗？我周南养的狗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废物在我面前教训。倒是你，和老娘耍的不轻啊！周总，这您可得把话说清，我怎么耍您了？你住我的大别墅，还说没耍我？哟，这可是你说盛世集团伤害了我，那别墅啊是您给我的补偿。你让我开除我的得力干将朱强董事，你自己说他滥用职权，吃拿卡要，必须依法查办。你还骗我阻止光明村的施工进度，害我亲手打了我弟弟。你弟弟和那帮无赖沆瀣一气，欺压百姓，他不该有的是吧？你这个混蛋！我混蛋？哎，周总，这大家伙可都看着呢，我说的都是事实，倒是你大义凛然主持公道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周总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白总，您是不知道啊，就你面前这个混蛋啊，冒充您的身份，在江城招摇撞骗，敢冒充我的身份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哟，我看是你冒充我才对吧？演，我就看你接着演，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。混账东西，在小董事长本尊面前，你还敢放肆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些年我在盛世集团所经历的一切歪风邪气，都是你周南带出来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关起来，回头我要跟他好好聊聊。看来，这个非法拘禁，也是你周南传出来的。白浩，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啊！敢在这里冒充小董事长，哎，来行骗被露馅了吧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想后悔都晚了。还没见识过周总的手段吧？他弄死你这种底层小人物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。赶紧把他弄走，省得在这儿碍眼。白总都发话了，还不快动手！是，带走。我带走。嘿，唐总，一群蠢货，找死啊！唐总，这混蛋冒充小董事长，已经被我们周总给拆穿了把戏，您可千万别再上当了。周南这个婆娘，她也想作死啊！啊！还不赶紧放人！啊！放人！放人呐！滚！白总，你没受伤吧？我倒是没什么事儿，只不过这事情啊，越来越有趣了。白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来了个冒充我的人，现在呀，成假。你成了假的，这不是胡闹吗？这，我跟你呀，还有老董事长，这做事有半年多了，我来江城还是你委任的。小唐啊，你看那边，人家这派头演的可比我这真董事长还要真呢。白总，您见笑了。周总，您多虑了，就这点小事儿，我不放在心上。抱歉啊，那我先到旁边聊两句。白总，您先忙。白总，咱们这次怕是碰到真的了，要不咱们还是撤吧。瞧你那点出息，慌什么慌？那要是他拆穿我们怎么办？谁拆穿？他呀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估计他跟咱们是同行，是来这里行骗的。看看他那身装备，一点都不专业。那万一他是真的呢？动动你那猪脑子，人家小董事长是什么人物？
人家在金海啊，什么享受不到，非要跑到咱们江城这种穷乡僻壤来遭罪啊！我敢肯定，他一定是假的。只要咱们演的比他真，咱们就是真的。我这就过去戳穿他们，还了一个真实身份。哎，唐，一大把年纪了，得沉得住气呀。人家都骑到咱们脖子上拉屎了，我还能任他们猖狂的不行？老唐啊，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人冒充我的名义从京海骗走了5000万的投资款？白总，您是说，是他？大概率是，看对方这架势，十分专业。我马上就报警，把这群骗子抓起来。唐，你有证据吗？你就报警。再打草惊蛇了，把人家吓跑了，这5000万的投资款，咱们还怎么追呀？那怎么办呢？依我看，他们这次来还是为了骗钱。他们笃定我不会来江城这么一个小地方，打了一个信息差。只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我已经到了。白总，您的意思是放长线钓大鱼？对。你呀，就陪他们也演演戏，让他就先做做这个董事长，看看他究竟想要干什么。好。哎，老唐，一旦涉及到转账的问题，一律往后拖，绝对不能答应。好的，白总，那您的身份？这样，你就说我是你刚招来的司机，之前不懂事儿，从你口中得知了小董事长的事儿，这才贸然顶替。好。哎呀呀呀呀！小董事长大驾光临，唐盛有诗也云：“海望海涵呐。”看吧，我说过，没人能识破我们的计划。盛世集团江城区副总裁唐盛见过小董事长。唐总还真是老当益壮，威风不减当年。唐总，小董事长来江城的消息，你传的可真哎呀，小董事长一向低调做事，我要是走漏消息，那小董事长不得向我兴师问罪呀！唐总，您多虑了。您给盛世集团做了这么多贡献，您是江城的顶梁柱啊！家父临行前特地嘱咐我，让我拜您老为师，多跟您老学习。唐总，您怎么能让保安把那骗子给放了呢？哦，那个啊，哎呀，是我前几天新招的一个司机，这孩子啊不懂事啊，听见我电话里说到那个小董事长的事儿，哎呀，他呀这家里净受气啊，他就想假借小董事长这个身份，给周围的人显摆显摆自己。哎，我已经严肃批评他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啊！哎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就说嘛，小董事长气宇轩昂，岂能是那窝囊废能比的？那唐总既然说下不为例，那就下不为例。老师的面子，做学生还是要给的。哎，你还杵在那儿，赶快过来呀！啊，来了来了，赶紧的给小董事长还有周总道歉。两位领导，是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小董事长，这次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呐？啊，我这次上任江城，是为了促进盛世金融与昊天集团的合作。我准备让盛世金融向昊天集团注资20个亿，大家一起发展新能源产业。啊，之前在集团报纸上就看到过集团总部对于新能源产业的投资规划，没想到我们小小江城竟然也能分到一杯羹呐！周总，这儿是我的家乡，我白浩出人头地，当然要第一时间心系家乡的发展。是。早就听闻您有小股神巴菲特之称，那我们盛世金融一定投。对了，
我这次初到江城，没给大家准备什么像样的礼物。这样吧，我下午举办一场私募基金投资会，当然是私人性质。如果大家信得过我，大可以把钱都拿出来，我带大家发一笔小财。哎呀，怎么能是小财呢？小股神带我们投资，那咱们岂不是挣得盆满钵满？哎，那个白总啊，我家里有些亲朋好友，能不能？当然，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投资，这也算是我为江城的老百姓们尽到我这个做老乡的义务责任。白总大气，那我就先替父老乡亲谢过您了。那周总，咱们合作进会议室谈。哎呀，瞧我这脑子，怎么能让白总在外面站那么久呢？哎呀，是我该死。白总您请。白总，接下来咱们怎么办？你派人调查一下这个昊天集团的背景，尤其是注重他们资金账户往来，出现任何异常，立刻上报。好的，我马上去办。哎，等一下，他刚才说的那什么私募基金会，我也想去见识一下，我倒要看看他想搞什么幺蛾子。好的，届时我会派司机来接你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房子的钥匙，锁我全部换了新的，地址就在盛世明底1号院。老唐，有心了。哎呀，我去了。哎，滚！滚你！滚开！干什么你们？这谁你？干什么？你一个小小的臭司机，也配住在我姐的豪宅里面？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还真把自己当我爷了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你们也不该对我老婆动粗。可别胡说，谁让他赖着不走了呢？我没有赖着不走，我只是来收拾东西。收拾东西？你那堆破瓶烂罐的有什么可收拾的？我看你呀，就想偷我姐的东西，然后悄悄带出去。没说错吧？没有，白浩，我真的没有有。你姐还真有钱呀！这别墅至少4000万，加上装修和家具，保守估计也有5000万。而且这只是你姐其中的一套房产。我很好奇，你姐的这些钱从哪儿来？我姐的事情，用得着你一个臭司机管吗？对了，赶紧把她的臭垃圾给我扔出去！快点！哎，等等，两位师傅，麻烦把我的东西送到盛世明底1号院。啊，来，辛苦了啊！哎，就你，还明底1号院，那可是上亿的别墅。怎么，你不信？我当然不信啊，因为这1号院是我姐留给我结婚用的。啊，看到了吗？你姐好大的权力啊！这盛世集团的资产，难不成都是她周农的吗？你还别说，我姐在盛世还真可以一手遮天。对了，给你看个东西啊，这才是1号院的钥匙。周少，这废物他不是说1号院是他的吗？咱们就跟着一块儿过去，看看这废物他究竟是怎么渡进去的。可以啊，小子，那咱们去看看，看看这小子待会儿怎么出手的。就是这儿。白浩，咱们要不打车回去吧，就不丢这个人了。想走？今儿要是不把这扇门打开，那就让这个废物用牙啃开。啃不开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那你要是打不开呢？我要是打不开，我就用牙把它啃开，怎么样？这可是你说的，千万别后悔。放心，我周岩吐口唾沫是个钉，要是连这点诚信都没有的话，在小弟面前怎么树立威严呢？行，那既然你有钥匙，你先开吧。你要是能打开，
我立刻把这个人行，兄弟们，听好了哈，是他自己要啃的。待会儿要是反悔的话，你们把他给我摁住了，让他用牙把这个门给我咬碎。周少，你放心，咱们专业就是打人的。白浩，老子今天不把你满口牙给你崩掉！少废话，请吧。看好了。不着急，慢慢开啊！奇了怪了，上个月我还打开过，这怎么回事？那既然钥匙开不开，就用嘴啃呗。闭嘴吧你！我打不开，你更打不开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，这鸣笛1号是我白浩的房子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有1号院的钥匙啊？周少，一定是这个废物偷偷叫人来换了锁，想到这来蹭别墅。就是，这上千亿的别墅，这废物怎么可能买得起？哼，小子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先是冒充小董事长，现在又敢偷盛世地产的豪宅，老子今儿不打断你的腿，老子不姓周。周岩，你就是这么讲诚信的？就是这么在你小弟面前立威的，我看你这个混混头子也不怎么样吧。行了，敢在户主面前耀武扬威，老子要不打死你，老子不姓周。来人，上！睁大你的眼睛给我看清楚，这鸣笛1号别墅的房产证上写的谁的名字？这怎么可能？大哥，这房产证那也可以造假的。就是这废物，什么事都不出。闭嘴啊！闭嘴啊！啊，这房本是真是假，我认不出来是吧？既然已经知道这房子是我的了，那就怎么了？白浩，这我都开玩笑的，我这么厚的门，我哪啃得动啊？这啃不动啊！你不是还有兄弟伙吗？让他们陪着你一起。哎，那个白浩，别闹，咱们都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。这，你说你这现在混好了，你也不叫我们进去坐坐。别看我呀，我从小就蛀牙，我连馒头都啃不动。白浩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咱们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了，好吗？所谓啊，家有良妻夫祸少。既然老婆你替他们求情，那你们还不赶紧谢谢嫂子？谢谢嫂子，谢谢嫂子，嫂子真是人美心又善呀！还不走？等着开饭呢。哦，滚，马上滚！滚呀！滚！走了。白浩，你哪来这么多钱买别墅啊？我说了你也不信。明天呢，盛世集团有个庆典，等到了现场你就知道了。喂，白总，下午的私募基金投资会，对方已经定好了，待会儿我派司机过去接你。好的。哎，还有，昊天集团的信息一定要深挖。哎，白浩，你这个废物怎么来了？你们不是被抓起来了吗？你这个混蛋，很想我们被抓是吧？实话告诉你，陈欢陈公子已经放出来了。你这个废物得罪了那么多人，你完蛋了！好你个周南，什么人都敢放！马上去跟我们家瑶瑶离婚，不然陈公子不会放过你。我和瑶瑶离不离婚，你们说了好像不算。不，你个废物拽什么拽啊！现在周南都不护着你了，你凭什么跟我们斗啊？
你这个赖皮狗还真是没有自知之明啊！告诉你吧，今天我们托了陈欢、陈公子的关系，好不容易挤进来的。只要我们投了钱，以后我们王家呢就如日中天，哪是你这个废物可以企及的呀？我们好歹也算是家人一场，我好心提醒你们一句，这个私募基金最好别投，否则会血本无归。哦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怎么个血本无归法啊？他懂什么呀？你知道这个基金是谁的吗？是盛世集团的小董事长成立的。你知道人家叫什么吗？素有小股神巴菲特之称。好啦，别跟他废什么话了，他估计连股神巴菲特是谁都不知道。哟，伯母，你们都到了，怎么样？资金准备好了吧？哎呀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我们呀，把房子都抵押了，2个姑爷的车也抵押了。是呢，陈公子，我们呢已经把全家的家当都换成了钱，就等你带我们发大财呢。放心吧，有我们小董事长在，你们呀就等着赚钱吧。这个废物怎么进来的？你们谁带他进来的呀？这可不是我们带进来的，他自己来的。陈欢，我在这儿不奇怪，倒是你，一个罪犯出现了，前无其闻啊！白浩啊，你该不会真以为周总是个什么好东西吧？你不会真以为他能帮你主持公道吧？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呀？我爸跟周总可是很好的合作伙伴，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深。我呢，就是因为周总主动退宿，所以我大摇大摆的走出来的。哎，倒是你啊，我听说你把周总给得罪了。没错，我的确得罪了他，他把我和瑶瑶都从他别墅撵出来了。那你可惨喽！你说你得罪了这么多人，你还把靠山给弄丢了。不过呢，你要是想在江城活命的话，我倒是愿意帮你，但前提是马上跟王瑶离婚。不可能。不过陈欢，我倒是挺好奇的，你打算往那个私募基金投多少钱？也不怕告诉你，我跟我爸把所有的家产全部变卖，再加上管亲朋好友借了一些，足足凑了2000万。那确实还挺多的。倒是你这个废物啊，一个上门女婿净身出户，你现在穷的身上连根毛都没有了。你看着这么好的项目，你只能干瞪眼，眼巴巴的看着你赚钱。我压根儿就没打算投。姐，周岩，咱家的钱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那这该抵押的都抵押了吗？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把咱们2家的房子、车、名贵家具等等全部都抵押成了现金，就等着今天晚上挣回基金。那就好。以后小董事长带着咱们投资啊，光这利息，咱这辈子都花不完。姐，那以后我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干了？你这小子后半辈子就等着吃喝玩乐吧。周总，什么事情啊？那么高兴啊？啊？唐总，您打算往这基金里投多少钱呢？我不投。怎么？姐，唐总什么样的身份？本身就家财万贯，就算不投资，一辈子也不愁吃喝了。瞧我这脑子，唐总是跟过老董事长的，自然不能自降身价，跟咱们这些普通人抢蛋糕，不是？周总真是抬举我了。好，你们俩，再见。各位朋友，各位来宾，欢迎大家莅临我组织的私募基金酒会。这小董事长这派头啊，这白浩还想冒充他。同样都是姓白的，人家是天上的星星，再看我们家那位，连地上的狗屎都不如。如今新能源产业已经是全球的大布局、大战略，是世界能源格局的新变化、新机遇。为了抓住这次机遇，我们集团总公司准备与主推新能源技术的昊天集团展开深度合作。
白总，你看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。他呀，都是抄的我之前集团报纸的采访稿。为了回馈江城的父老乡亲，我特意给大家开一个小灶，成立私募基金，把大家的投资都集中起来，在昊天集团的项目上入上一股。从今天开始，盛世集团赚多少，大家就跟着赚多少。大家现在就可以去旁边找财务人员刷卡打款了。第3次工业革命的列车，时代赋予暴富的机会。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将来可能再也不会有了。我刷卡，我刷卡！哎，给我拦住他们！撒开！让我的，让我的！撒我的！快撒我的！哎呀！老婆，我们家的房子卖了吗？啊，你赶紧把钱给我打过来，快点呐！喂妈，你赶紧去挣钱呐！错过这串可没这地儿了，我。喂，什么？知道了，那些钱全部是打进了天浩集团的账户里。那这个天浩集团调查的怎么样？查清楚了，就是一皮包公司。这边的钱进到天浩账户里，那边会在10分钟之内将资金转移到海外去。难怪之前集团那5000万一直查不到下落，原来是这样啊！白总，现在对方人赃俱获，咱们要不要立刻实施对其控制啊？不急，他们要是跑了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他们看不上这点小钱，调不到咱们集团给他的20亿投资款，是绝对不会走的。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做呀？这样，待会儿你告诉那个白浩，明天盛世集团会为他举办总裁入职盛典，届时盛世金融会跟他们天浩集团签署投资协议。如果他们把资金转移到海外怎么办呢？不是还有10分钟时间差吗？到时候钱到他们天浩的账户里，直接冻结，然后人赃俱获，这才是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最佳时机。好极了，那我现在就去给他布局啊！白总，明天我们江城分公司这边将会为您举行一个盛大的入职典礼。唐总，这会不会太麻烦了？凭您现在的身份，自然是担待起这个待遇的。那就有劳唐总。典礼现场，我们直接就把浩氏的那个项目达成，不知浩氏集团那边的时间上是否来得及啊？来得及，绝对来得及。明天，昊天集团一定到青田。好，太好了。好，诸位，明天盛世集团将为我举办盛大的入职庆典。凡是持有基金合同者，明天都可以到盛世集团接受盛世集团的盛情款待。妈，明天白总可是上任的，怎么可能是骗子？你今天要是不给我钱，我跟你断绝关系。啊，老婆，你都听见了吧？啊，这可是盛世集团实打实的小董事长啊，这可是素有股神之称。你别犹豫了啊，赶紧把钱打过来。把你老爸的棺材本也一起打过来，我们一起购买基金发大财！赶紧的！羡慕吧，穷鬼！哼，明天呢，我们还要参加盛世集团宴会的邀请，可惜你这个穷鬼呀，没资格参加了。给你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，去帮王瑶把婚离了。白浩，明天我要是还看不到你跟瑶瑶的离婚证，我就让你彻底人间蒸发。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人间蒸发。瑶瑶，你试试这礼服，我看看好不好看。白浩，你从哪儿弄来的衣服啊？很贵吧？
哎呦，我觉得呀，你穿上一定很好看。待会儿庆典呀，你就穿它啊。可是这也太扎眼了，还是算了吧。我就是想让你成为人群中最耀眼的明珠，让你成为人人都羡慕的女人。这次庆典，你不会再是可有可无的那一个，你会是万人瞩目的女主角。之前没看出来，你还挺会花言巧语的嘛。那你就答应我好不好嘛？就当是给我长长面子。好，知道你爱面子，那就尽量满足你了。先生，请出示请柬或者基金合同。还要请柬的？要是没有请柬或者基金合同，你们不得入内。白浩，昨天混进了私募基金会偷喝好酒，今天还想混进这庆典蹭吃蹭喝，我说你脸皮也太厚了点吧。陈公子，看起来今天精神不错呀，容光焕发。那是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我爸昨天有幸跟小董事长吃了个饭，得到了白总的赏识，所以呢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陈家就要飞黄腾达了。瑶瑶，没想到你这一打扮还挺漂亮的嘛，真是貌若天仙。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瑶瑶，过了今天，我们陈家就不同耳语了。你要是愿意嫁给我的，我保证会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。你们几个落实够了没有？要是不进场，就赶紧把通道让开，别耽误后面的人进场。白浩，你想进去蹭吃蹭喝是吧？啊，确实有点想进去。那这样，我来带你进去。不过我有个前提，就是让瑶瑶挽着我这胳膊。行啊，瑶瑶，那你就委屈一下，挽着他胳膊进场。白浩，你又在搞些什么把戏？放心吧，你听我的就对了。反正他呀，也得意不了多久。听话。妈，看陈公子跟谁一起来了？哟，那不是瑶瑶吗？看来他终于想通了。这后面怎么还跟了只苍蝇啊？谁把它给放进来的？要是没我这只苍蝇，这盛典啊，可就办不起来喽。瑶瑶，你终于想明白跟这废物离婚了？那肯定呀，人家陈公子现在什么身份？好多人想高攀都高攀不上呢。你还真别说，我们家瑶瑶跟陈公子在一起，那可真是郎才女貌，越看越像一对神仙眷侣呢。哎，我还在这儿呢。瑶瑶是我老婆，给我点面子。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你到底要霸占我女儿到什么时候？白浩，你现在还在死缠烂打，我看你是想找死吧你啊！瑶瑶，也看清他的真面目了吧？他为了进来蹭吃蹭喝，把你投进我的怀。现在呢，翻脸不认，就他这样的人，怎么值得你托付终身啊？你一个戴罪之人，就别说什么托付终身了。我刚才和瑶瑶啊，就跟你开了个玩笑，逗你玩玩。你不会真当真了吧？白浩，你耍我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保安轰你出去？不好意思啊，现在你已经把我轰不出去了。你们几个给我闭嘴！在总裁的入职庆典上瞎嚷嚷，活腻了吗？周总，就是他，他耍我，还进来蹭吃蹭喝。怎么又是你？上次看在唐总的面子上放你一马啊，没完了是吧？姐，就这个小瘪三，之前弄得我很没面子，还抢了我的婚房，你得替我做主啊！不开眼的东西，给你鼻子你还上脸了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，否则我永远别想出去！你周南好厉害啊！阳奉阴违，7行霸市，我看该滚出去的人是你才对。我没听错吧？
个小小的司机竟然这么跟我说话！作威作福，恃强凌弱，只要有正义感的人，都可以教育你。好，教育我是吧？马上把保安叫过来，把他拉到保卫处，我倒要看看是我教育他，还是他这个废物教育我。保安，保安，周总，请问有什么吩咐？把这个不开眼的狗东西给我带到保卫处，等入职盛典结束以后，我姐要亲手教育他。是。周总，你就当白浩是在胡言乱语，放他一马吧。什么胡言乱语啊！我看他就是装上瘾了，真把自己当小董事长。瑶瑶，你赶紧过来，要是得罪了周总，我也保不住。个死丫头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护着他？赶紧给我滚过来！吵吵闹闹的，成何体统？唐总，你这个小司机扬言说要教育我。唐总，别说我不给你面子啊！白浩这个杂碎实在是太嚣张了，今儿我得亲手教育他。愣着干什么？带走啊！我看谁敢！唐总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字面的意思。唐总，您竟然要为了个小小的司机，甘愿得罪老同事吗？得罪你，你也配啊！周南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们之间还差着2级呢，你算个屁！你他妈！唐总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该道歉的人不是我，还不赶紧给白先生道歉？白浩先生，对不起。周南，有些事情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完事儿的，是要付出代价。让开！姐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咽不下也得咽。不过过了今日，等小董事长上任啊，就另当别说了。周总，您的意思是？昨天晚上我跟你父亲跟小董事长吃了个饭，小董事长发话了，等办完入职庆典，就立即重组人事架构。姐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又要高升了？只要我代表盛世金融跟昊天集团达成合作，就算大功一件。小董事长承诺了，将擢升我为江城区常务副总裁，级别比那唐盛老头还高半级呢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姐！等你高升以后，我一定要让白浩这个废物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周总，我还要泡他老婆，睡他的床，从精神上折磨死他，替周总您出气。瞧你这出息！给你安排。各位同事，各位来宾，小董事长和昊天集团的领导即将到场，请大家赶紧落座，热烈欢迎小董事长。唐总，咱们是先举办入职庆典，还是和昊天集团先签署合同啊？合作是大事，我觉得在您的见证下，由周总和昊天集团的领导进行签约仪式，随后再办理入职庆典。我要好好的招待昊天集团的领导以及现场的来宾。唐总，正合我意啊！咱俩不愧是师徒啊，心有灵犀啊！好，台上请。热烈欢迎各位来宾参加我白浩的入职盛典。在此之前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：昊天集团将在这里与盛世集团达成一项20亿的新能源合同项目。下面，请盛世金融总经理周楠女士
和昊天集团董事长吴天先生，在我的见证下，完成这历史性的一刻。大家掌声有请！合作愉快呀，周总。现在合同都已经签了，这个资金可要立刻到账才行啊。您是不知道，盯着我们昊天集团这个项目的可大有人在。哎呀，吴总，这个资金啊，我们早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今天签约呢。好。协议签署完毕，立刻向昊天集团账户打钱。肖董事长，从今以后，咱们江城这块啊，由您的带领，大家伙的日子啊，可谓是有奔头了。周总啊，不，周副总裁，这以后啊，我的工作还要靠你多多帮扶啊。哎呀，白总啊，我现在还不是副总裁呢，那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吗？白总，都已经安排妥了。20亿资金打进了昊天的账号里，已经全部实施了动作。大家安静。接下来有请小董事长签约入职仪式，举办入职庆典。干什么啊？混账东西！这是你该上来的地方吗？简直无法无天！无法无天的人是你，让开！这不是你该站的位置。你什么意思？怎么，让你装上几天总裁，还不够过瘾？我才是真正的小董事长，你个小垃圾，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哦。你是小董事长，那你就把集团的授权书拿出来让大家瞧瞧啊！还有授权书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集团授权书在我手上。唐总，什么情况啊？你看看，这上面的人是谁呀？废物白浩！怎么回事？这授权书上有集团的大印，还有老董事长的亲笔签字授权。周南，你看清楚啊！他又是谁？他呀，他就是个骗子。之前冒充我的名义，从盛世集团总部骗走了5000万的投资。如今在江城又故技重施，但这回他狮子大开口，想骗走20亿，没错吧？白浩。不对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骗子？要证据是吧？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，你刚才口中的那个昊天集团，只不过是个不折不扣的皮包公司。还有。刚刚转过去的20亿，我已经派人冻结了。如今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讲？还钱！还钱！不是，你快说2句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就是个按天收费的演员。那5000万你没拿吗？你出场费还没给我呢！来人，报案！把这一群骗子押下去，交有关部门处理，快！
哎，不关我事儿，不关我事儿！我就是个演员，干什么你？不关我的事儿啊！不关我的事儿，不关我的事，都是他指使我的。我就是演员。他真的是骗子。那我们家的钱全被他骗走了。不是，这周岩，你这个骗子！我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，你骗我投资，我岳父的棺材本都拿出来了，你害我欠了一身债！你把钱还给我，你个王八蛋，不要我宰了你！滚！干什么啊？干什么你们呀？你没听到说吗？诈骗犯已经抓住了，钱一定能回来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的钱在昨天已经转移到海外，跨境追资是很难的，估计这钱你们是要不回来，所以认命吧。啊，咱们陈家完了，咱们陈家完了呀！完了，全完了，钱也没了，还把小董事长给得罪了，完了，房子。妈，我对不起你。白总，我其实早就知道您的身份了，而且我猜到他就是个骗子，所以啊，才配合您演戏。咱们里应外合，好把那帮不法分子给一网打尽。看来周总啊，还真是深谋远虑，但是我没看出来。那之前我给您亲戚升职加薪，然后3番2次给您解决问题，哎，我还借别墅给你呢。周南啊，你的确是立大功了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会知道克扣拆迁款的人竟然是你周南的弟弟周岩。要不是因为你，幼儿园也不可能让朱强那样的人只手遮天。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知道你会把盛世地产的别墅当成你周南的后花园。1号园你都敢给你弟弟当婚房。白总，不是，您听我解释啊！你不用解释了，我本来呢认为你是个好人，可惜啊，你没演到最后就原形毕露了。周南，我已派人查清了，这些年你在江城风部只手遮天，任人唯亲，滥用职权，违法乱纪啊！你以为你搞到的钱，你放在你弟弟的账上，我们就追踪不到了？真是笑话！周岩，你组织黑恶势力强拆光明村村民资产，毁我盛世声誉，还有你陈欢父子私下勾结周南姐弟，在拆迁工程上巧取豪夺，尤其是你陈欢私设公堂，企图对我用刑。爸，你要救我！爸，你要救我呀！爸！儿啊，我们得罪了这尊大佛，爸爸你自身难保了呀。至于你们俩，作为周南女魔头的走狗，恃强凌弱，坑害弱势残疾群体，罪不容诛，死不足惜。我的好女婿，我的好大儿啊！你是妈心里最爱最爱的心头肉啊！不是岳母，我没听错吧？您刚才叫我什么？当然是你了！哎呀，你跟我们家瑶瑶那可真是郎才女貌、天造地设的一对神仙眷侣呀！好啊，那如果我是您最爱的心头肉，那大姐夫和二姐夫，他们都是废物，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。对，我们跟你比起来肯定是废物啊，废物中的废物。那个，从今以后啊，连大总裁多提携一下我们这穷亲戚哈。洋洋，你上来。我能上去吗？当然。对，瑶瑶来，快来，老公叫你呢。这位是我的结发妻子王瑶，也是未来盛世集团的少夫人。瑶瑶，对于你母亲这家人，
你自己做决断。无论你想怎么处理，我都支持你，尊重你。啊，这些年你是怎么对待白浩，怎么对待我和甜甜的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你们一家人是怎么让我们吃尽了白眼，受尽了罪，我一刻都没曾忘记过。瑶瑶，我可是你亲妈呀！你还知道你是我妈？这么多年来，你有正眼看过我，正眼看过白浩吗？王瑶，你不能发达了之后连亲妈也忘了呀？难道不是你们一家人一直在嘲讽我，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跟我们断绝关系？现在白浩出息了，你们又想回来道德绑架我？不是你闭嘴！自今日起，我只会对二老尽我该尽的赡养义务，除此之外，就算白浩想帮我，也绝不同意。白浩，我说的话还管用吗？大伯发话，必须管用。你们还在这里赖着干什么？他们抓人，你们想一起走吗？哎，保安还愣在那干嘛？刚才总裁点到人的名字，全部压下去，交有关部门处理。魏总，我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白浩，白浩，你放过我，白浩！安静！现在我宣布，盛世集团江城总裁由白浩先生接任，大家鼓掌欢迎。